她是至高无上的万龙之母，我则是大陆最强家族的后代子嗣。若要严格按照辈分进行划分，我对她的称呼起码得是曾祖字辈。可最终我们却出乎意料成为了出生入死的伴侣，而这都只因罗德布洛克在询问我究竟想要得到什么奖励时，我竟含羞地大喊出了他的名字。听到我的回答，罗德布洛克确实有些懵逼，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我姑且认为你是想跟我开玩笑，但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挺有趣的想法。随后罗德布洛克又再次向我询问起刚才的问题，闻言我则是眼神坚定地回应道：想要的东西我已经说出来了。怎料就在下一秒，罗德布洛克瞬间暴怒，紧接着还朝我使出了龙之怒。老娘可是活了2000多年的存在，你居然搁这跟我玩起了文字游戏，真当我不敢毁约连一个宝物都不给你了？反观我并没有立马做出回应，现在我需要给到罗德布洛克一个态度，我要在他的龙之怒下坚持住。但这威力相比之前遇到的德雷克简直是强了不止10倍。仅仅过了2分半的时间，我就已经被其震得七窍流血。于是为了给身体减轻点伤害负担，我连忙使出了德雷克的龙之怒与之抗衡。可在罗德布洛克看来，我就是愚蠢至极之徒。德雷克这种低级龙种在万龙之母的眼中不过是只蚂蚁般可以轻松踩死。听罢我便朝着罗德布洛克怒吼道：你已经跟我承诺过了，无论什么天才地宝都会送给我，而你身为守护龙本身也该在其中才对，我凭什么不能选择你？这对于我来说其实也算是个赌博。若是罗德布洛克不认可我说的话，那我的命今天必将交代在这里，但得到他肯定比得到哪一样天才地宝都要价值1000倍甚至万倍。毕竟他身为先祖西格尔德的伴侣，得到他亦是强大的正统性证明，足以协助我坐镇大陆的最强者之位。所以即便输死我也要博得一丝机会。我不需要你跟我签订什么勾八契约，我只需要你的一句同意的答复就行，就请你跟我在一起吧。可就在我话落的瞬间，罗德布洛克突然间内心动摇了起来，因为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曾经西格尔德的影子。随后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后说道：好好好，我答应。紧接着罗德布洛克的身躯在不断的收缩，最终在我的面前显露了他人类的形态。只见他笑着和我说道：小提尔，你还真的是超出了我对人类的认知，我对你未来莫名产生了一点兴趣，现在我就大发慈悲，给你一次成为我伴侣的机会。而看着我傻愣愣的站在原地，不知道在胡思乱想什么东西，罗德布洛克也是提醒道：不要被我的美貌所迷惑，现在我已经属于你的了，不过我的身体已经2000多岁，可一点都不年轻了。可殊不知他的话却对我不为所动。此刻我的目光直勾勾盯着他2颗大雷之上的空洞位置。见状，罗德布洛克便解释道：我在50年前就已经失去了龙之心，现在距离我死亡的时间不到3年，因此现如今我也无法从这里离开。也就是说，跟宝物相比，我似乎没法对你进行直接且实质性的帮助。但就算是这样，你依旧要坚持那个答案选择我吗？闻言我欣慰的笑了，当然，并且我的这个答案不会仅仅是3年的陪伴，今后我会变得更强，找到更多太古龙的遗物，我坚信在这些遗物中肯定有能够取代你龙之心的存在。与此同时，我获得了守护龙伴侣的称号，还跟罗德布洛克建立了精神链接，以及获得了大量的升级经验。那今后还请小提尔多多关照。但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没办法离开这龙巢穴，所以在你替我找到替代龙之心的遗物之前，我会选择在这里冬眠。随后罗德布洛克拿出了一本魔导书，另外我有一件事需要你在我的面前完成，将这魔导书掌握透彻，开启雷门，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建立精神纽带，不管走到哪都不会断。而在我拿到魔导书的那一刻，我激动极了，这就是前世黑雪所得到的宝物。阿蒙的魔导书，看来原因就在于3年后罗德布洛克会陨落，这样时间线明显就能对得上了。这时罗德布洛克说他只会给我1个月的时间，因为他觉得以我的天资已经足够多了。我则是有些抱歉的回应，现在我还在参加开化仪式的第2项考核，距离结束时间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便询问罗德布洛克能否等结束后再来找他修炼。闻言罗德布洛克表示没什么不行的，但他可不是同意了我的建议，而是给了我另一个处理方案，那便是在第2项考核结束前将这魔导书给修炼精通透彻并开启雷门，否则他是绝对不会让我从这里离开半步。他表示自己龙生最讨厌的就是违逆他的决定，这下铁定是完蛋了。也就是说我只有310个小时的时间，特么现在我可是连一只最低等的魔物都没杀呀。在这片大陆中令所有人都垂涎的龙之心，却唯独被一个名为拉格纳的家族占有。只因他们身体里流淌着龙族的血脉，这让拉格纳在获得了特殊体质的同时也觉醒了龙之心，以至于他们不管是在魔力、体力还是在剑术上都有着与生俱来的顶尖天赋。但巧合的是，身为拉格纳家族继承人的我竟没有觉醒出龙之心。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教导了我20年剑术的恩师搞的鬼。此时见我所在的玫瑰宫被彻底烧毁后，我的恩师兰登也摘下了他伪善的面具。拉格那废物这个绰号真的太适合你了，提尔大少爷，天赋不好就算了，这么多年来你居然一点都没怀疑过我教给你的剑术有问题。听罢我气得肺都要炸了。原来你从一开始就以老师自居接近我，目的就是为了将我练成真正的废物，就是为了把我们的玫瑰宫出卖给别人。怎料就在下一秒，嫌我太吵的兰登直接挥剑斩断了我的一条手臂，随后他还唉声叹气地说道：事到如今，少爷你怎么还觉得都是我的错呢？在强者为尊的拉格纳，只有胜者才有资格活下来。如果你能拥有大陆第1天赋的话，那我再怎么教你都至少能保住玫瑰宫，甚至保住你那整天恳求我好好教导你的母亲。而兰登的话刚说完，他就命令手下拖来了一具冰冷的尸体，那正是我的母亲。我明白拉格纳是贯彻着强者为尊拜
败者为寇理念的家族，但欺负我母亲的人我绝对不会放过。可就在我挥起剑砍向蓝灯的那一瞬，我的心脏突然被疾驰而来的利剑给刺穿了。见蓝灯恭恭敬敬地向那个人示好，我猜测他估计就是预谋这场叛变的始作俑者。在神志不清的时候，我是多么想看清那家伙到底是谁。与此同时，在我内心的黑暗深处亮起了一道数据面板，没等我看清楚上面的字样，一把利剑突然朝我的双眸疾驰袭来。只见那个曾害我变成拉格纳废物的蓝灯正站在我的面前。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吧。此刻的我懵逼极了，难道说这就是死前所谓的走马灯？不过可笑的是，我死后想到的居然是蓝灯曾经的样子。怎料话音刚落，在我内心深处的面板竟再次出现，并且上面显示着一个教程任务，让我用拳头去进攻蓝灯的面部。而在经过了我反复的试探后，我发现蓝灯是看不到这玩意，随即我便攥紧了拳头。虽然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肯定是神想要帮我在死前好好谢谢的，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可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打后的触感居然跟真的一样。没等我思索半分，蓝灯突然变得杀意十足，他的剑猛地朝我的腰部打来。少爷，我刚才应该跟你说过了，今天的课程已经到此为止。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是没办法赶在开化仪式前突飞猛进。不过我好心劝你一句，拉格纳家族就从没有使用过拳头战斗，更没有拿自己的恩师作为泄愤工具。与此同时，在周围修炼的其余人纷纷对我嘲讽了起来，不愧是拉格纳的废物，自己没天赋还要怪自己老师不行，这家伙真的是拉格纳的后代吗？不会是在哪个垃圾堆里捡来的吧？此刻听着这些人的杂言窃语，再加上修炼场尘土的触感，以及被蓝灯打后腰部传来的痛觉，我突然意识到，这很可能不是死前的走马灯，而是死后的我回归到了10年前17岁的时间线上。这时那道面板再次亮了起来，由于我完成了教程任务，作为奖励，我的拉格纳天赋即将被激活。随后是否立刻领取奖励的字样便出现了，我毫不犹豫选择了是。刹那间，只见在我的心脏处陡然间彩光四射，随着奖励派发完成，面板显示从现在开始，我的所有能力值都将以惊人的速度得到提升。看来我这是觉醒了小说中才有的变强系统，但唯一能证明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只有跟他见了面后才知道。与此同时，玫瑰宫那边，蓝灯正跟公主聊着关于我天赋剑术方面的事情，但抛开提尔少爷在这方面挫败的情况下，我也一定会尽我所能，让他在5个月后的开化仪式上能够超常发挥的。闻言，公主塞西利亚拿出了一袋金币，那就拜托你了，蓝灯，麻烦你再对我的提尔多费点心思。我一直都相信他能够成为拉格纳最出色的剑士之一。而等蓝灯走后，他的口中还不断嘲讽着塞西利亚，真就蠢货才能生出大蠢货。也罢也罢，反正对我来说这都是好事，不仅有丰厚的酬劳，还有拉格纳直系血统导师的头衔，以及作为出卖提尔的情报并妨碍他成长功劳，那位大人还会给予我未来的保障。提尔少爷啊，你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啊！可就在这时，蓝灯的脸色难堪了起来，只见我正朝着他的方向猛冲过来。不过现在我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我的母亲。在紧紧地抱住我的母亲后，我泪流满面。母亲大人，我想你了。这熟悉的感觉让我坚信自己真的回到了10年前的过去。面对着母亲的蒙圈，我并没有过多解释，因为从此刻起我要改变未来。即便现阶段的我还很弱，但系统的觉醒定会让我坐拥拉格纳家族的一切，甚至是帝国大陆的所有。蓝灯，你给我等着瞧，我绝对会让你不得好死的。时间很快来到了夜晚，此时的我正在4号训练场地完成着系统下达的另一任务，将自身的肉体锻炼到极限。虽然我现在的心里全都是向蓝灯复仇的想法，但凭借我这副虚弱的身体根本没法做到，我得先让自己变强点才行。在前世，由于我的实力不足，我被安排在了名为黑血情报组织的队伍，但这也让我有朝一日将那里学到的知识用到现在，能够让身体得到飞跃性成长的血质秘药，直到未来才被辨别出真伪的秘技术，以及曾经被我抛弃的极限修炼法。在我拥有了拉格纳的天赋的那一刻起，我就早已想到要把前世没跑的全部跑完，把没能挥舞的全部挥舞出去，这便是我对变强的绝壁渴望。不知不觉间，我已经修炼了快7天7夜，而与此同时，4号训练场地的管理员伊芙琳正坐在上面看着我。此人是上级剑士，前白甲龙骑队的副队长，在失去了左臂后才隐退当了4号训练场地的管理员。只见他纳闷的暗自道，明明是个废物，却如此刻苦修炼，他是真的没一点拉格纳家族的天赋在吗？反观我，看着面板上的完成进度到了97%后，手中剑挥洒的力度变得更大起来。我不敢有一丝懈怠，因为昨晚我只不过是想休息一会儿，结果却发现这进度条是会降低的，但这也诠释了任务的真正含义，只有在我肉体极限的情况下才能被完成。就这样，我在自己即将窒息前的1秒将进度条提升到了100%，而随着完成任务面板的弹出，一阵无力感瞬间涌散我的全身。作为奖励，我将得到龙之心，并且由于完成的快速，我将额外得到前世10年的魔力。在我即将晕厥的那一刻，我点击了立刻领取，下一秒，只见一股莫大的魔力突然冲进了我的身体，而这一幕也把在旁观看的伊芙琳给镇住。这难道是？画面一转，我从昏暗的房间里醒了过来。在我询问这是哪里后，伊芙琳便走进来说道：“还请提尔少爷放心，这里是4号训练场地的休息室。但是你即便是拉格纳的后代，身体也没法经住的你这样疯狂的训练啊。
为此我向表示了感谢，并让他没必要给我操心。怎料就在伊芙琳提给我水杯的那一刻，他突然就变得严肃了起来。少爷，你应该知道的，在开化仪式没进行前，拉格纳家族有明确规定，绝对不能私自使用魔力。闻言，我表示了肯定，这是因为在开化仪式前开启的话，会容易出现魔核暴走的情况。那您应该也很清楚违背禁忌的后果吧？在你失去意识的瞬间，我可是感知到你身体出现了类似魔力的波动。莫非提尔少爷，您是开启魔核了？看来伊芙琳昨晚目睹了我领取奖励的过程，但为此我依旧有办法应对。这一世觉醒了龙之心的我，怎么可能被一个禁忌处罚就给难倒了？要知道，龙之心是可以储存大量魔力魔核的龙的心脏，这对于有着龙族血脉的拉格纳家族战士而言，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东西。毕竟那可是成为绝对王者的捷径，而非龙族后代的普通人。他们的魔核所在位置是在下腹的位置处，强行放在心脏必将爆体而亡。就在这时，我想到伊芙琳好像是以绝对原则主义而闻名的，她不在乎对方的实力和身份，是个绝对不会容忍不义和卑鄙行为存在的人。同时也是因为过于没有通融性，让她的直系导师资格被公主给取消掉。随后我以主人的语气质问道：“请问你能保证你刚才说的都是对的吗？难道就仅凭一瞬间的事就要立刻处决掉我吗？如果你的判断是错的，后果是你能够承担得起的吗？别忘了我手中有着拉格纳的第一继承权。”伊芙琳闻言低头表示这都包含在原则内，但不管他是否会因为误判被处刑，现在必须给我做检测。而随着伊芙琳的手中散出魔力，在我下腹的位置竟没有产生共鸣现象，也就是说，在他的眼里我并没有觉醒出魔核。下一秒，只见伊芙琳顿时就跪地请求我赐他一死。我承认是我的一时误判，我愿意用我卑贱的性命作为赔罪。而伊芙琳之所以没发现，当然是因为龙之心可以根据持有者的意志进行隐藏，也就是说我可以随意的隐藏我的魔力。在人类可以使用龙之心这一点，也是在这几年后才会被发现，所以伊芙琳当然不可能发现我觉醒出了龙之心。此刻看着他，我若有所思，让伊芙琳欠自己一个人情倒也不错。在后面除掉蓝灯后，或许能派上用场。有什么好赔罪的呢？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到事罢了。而且愿意赌上性命去向上位之人探求真相的，又有几个能做得到？干得漂亮，伊芙琳！时间很快来到几天后，在这几天里，我依旧被蓝灯这老壁灯乱教着，从站姿到挥剑，无不让我感到别扭。于是为了摆脱这一处境，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只见我突然将修炼用的剑给折成两半。你教的东西太垃圾，我一点都不想学。还有就是，凭你这点实力是怎么当上终极剑士的？反观被我嘲讽的蓝灯顿时怒气上冲，特么有种给老子再说一遍！怎么听上瘾了呀？我特么说，你纯粹就是连低等魔物都打不过的废物。还有就是你被解雇了，现在赶紧从我的视线里滚出去！闻言，蓝灯拿出合同的期限作为要挟，他不承认这唐突的解。我则是回应道：“要多少赔偿老子赔你，赶紧给我滚！”而我的目的也很明显，就是想要把蓝灯给甩掉，再找机会调查他背后到底是谁在指使。与此同时，系统面板给我派发了另一个新手任务，那就是打败蓝灯。结果在我还没向他提出以决斗的胜负，以此来决定是否被解雇时，伊芙琳就率先开口了：“你们就用拉格纳的方式解决恩怨吧，这是没必要闹到律法庭那边去。等胜负定后，败者就听从胜者的命令就行。”听到这消息的蓝灯自然很得意，毕竟他觉得以自己的实力，怎么可能打不过我这个废物？这个主意不错，还是得让我这个直系导师来教教少爷怎么做人。那好，提尔少爷和蓝灯你的决斗定在1周后，地点就在4号训练场地。之后我便找到了伊芙琳，询问他为什么要擅自给自己做决定。闻言，伊芙琳担心地说道：“既然您选择了跟他断绝关系，那就要断得彻底，因为蓝灯背后的人会帮他，就算你解雇了也没用的。”而在询问了伊芙琳，我才知道，原来他在看到蓝灯一直教我一些奇怪的剑术后，就做了调查，这才知道不为人知的事情。那家伙的雇主是东百宫的人，果然没错，跟前世一样，还是因为那个让人厌烦的权位竞争，真恨不得把那群家伙全都撕成碎片。不过伊芙琳也让我没必要去担心胜负的问题，因为这期间他会全力帮我的。虽然我越过蓝灯教你剑术有违道理，但他没资格带着拉格纳直系导师的头衔。画面一转，时间很快来到了决斗这天，看着我和蓝灯站在了4号的训练场上，在旁的人也是立马说3到4了起来，纷纷决定最多3个回合就能分出胜负。毕竟我可是被家族公认的拉格纳废物，怎么可能打得过等级在终极剑士的蓝灯？在战斗前，蓝灯一脸贱兮兮的说道：“如果少爷您能诚恳道歉的话，之前的事咱们一笔勾销，可不要为了一昧的自尊心赌上性命。”听罢我回应这句话应该是我说的才对，如果不想变成独臂剑士的话，现在就老实点接受辞退。蓝灯此刻的眼神里散射出了杀气，在遇到这件事后，他第一时间就找到了背后的雇主，对方给了新的任务，在与我对决中装成失手杀掉我。而且这场对决律法庭并不知道，所以就算出现了意外，蓝灯也不会被过分追究。作为师傅的一方，蓝灯表示他可以把主动权交给我，让我率先出击。既然你那么想给自己找忌日的话，那我就成全你吧。随着我们彼此渐渐的激烈碰撞，3回合早就已经过去了，这瞬间就把刚才嘲讽自己的家伙给看傻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拉格纳的究极废物怎么跟终极剑士打得不可开交？与此同时，蓝灯边对决还边嘲讽
封我，怎么回事啊，少爷？难道连自己都瞧不起的终极剑士都招架不住吗？虽然兰登承认最近我的实力的确提升了，但打败他根本不切实际。殊不知，在经过了将近30个回合对拼后，兰登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一个废物居然把他的攻击都给挡了下来。就在他思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我严肃地询问道：“到底是谁指使你来接近我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被人派来故意教我垃圾课程的。”眼见兰登迟迟不敢做出回应，我便替他回答了：“是东百宫对吧？如果我说的没错的话。”听罢，兰登整个人都麻木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计划做得如此精细，居然还会出现漏洞。反观我则是抓住他发愣的瞬间，决定让他先尝尝失去一条手臂的滋味。而在斩掉兰登的手臂后，我将前世他对我说的话如数奉还给了他。事情之所以会变成这样，那都怪你这个虚假的终极剑术太弱了。在强者为尊的拉格纳，只有胜者才有资格活下来。就这样，我亲手了结了兰登这条狗命，完成了系统新派发的任务。同时，由于存在超额完成目标的情况，我被提供了额外的奖励。殊不知，就在我点击接受的那一刻，在我的头顶上空突然传来了一阵莫大的杀意。在此人落地的瞬间，训练场地当即碎石飞溅，魔力四射。等回头看后，我才惊奇地发现，来人居然是拉格纳家族9龙之一的魔龙，现役白甲龙骑队的队长尤里乌斯。他为什么会在这？不对，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观看这场对决的？与此同时，场外的观众也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们自然都清楚魔龙的实力所在，才会这样的。反观伊芙琳则很是头疼，特么你个尤里乌斯，就不能正常点走进训练场地吗？害得我后面又得收拾保养。一般9龙突然现身的原因只有2个。魔族入侵或者家族犯事，可这里既没有魔物又没人惹事，尤里乌斯不应该来才对。怎料就在下一秒，尤里乌斯的神情跟遥控似的秒切换，紧接着他还边用手大力的拍我的背边夸道：“好你个提尔，你的手段还真是痛快又心狠手辣，我愿称你为背刺之王。”但转念一想，尤里乌斯又觉得不妥。毕竟兰登的所作所为活该被处死，不过这些都不是尤里乌斯来此的意图，他来是要邀请我加入到自己率领的白甲龙骑队。此话一出，瞬间引爆了全场的氛围。神马情况，尤里乌斯大人居然邀请拉格纳的究极废物进他的队，开化仪式不是还没开始吗？这未免也太冒风险了吧。的确，在没有开启魔盒的情况下，尤里乌斯根本就无法确认我的潜力。毕竟有的人天生剑术出色，但却魔力低等。怎料对现场人人都垂涎的邀请，我却是只说了3个字：我拒绝。这可把尤里乌斯给整尴尬了，随便找了个理由就离开了此地。很快这件事传遍了拉格纳的大街小巷，曾经一度瞧不起我的人，他们对我的称呼逐渐从拉格纳废物转变为了提尔少爷。同时这件事也传到了东百宫那边去了。只见此刻的公主艾米尔头都大了，这下真出事了，那废物居然杀了兰登，今后的计划可怎么办？闻言站在身后的人安抚道：不必担心，毕竟兰登本就是虚假的终极剑士，此人是艾米尔的哥哥埃德特洛伊万，并且还是9龙之一的亢龙。但其实艾米尔担心的并不是兰登的死，而是对决后产生的连锁反应。现在不仅是魔龙相中了那废物，就连伊芙琳也亲自教他剑术，已经不能再给他派新的导师去妨碍成长了。如果提尔开始崭露头角，或许我们占领玫瑰宫的计划将变得更难。说罢，门外突然有人走了进来，他是艾米尔的儿子厄西温。我的母亲大人，家主塞西利亚是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就关注那废物的。艾米尔则解释道：你们知道，在不惹怒家主的情况下占领玫瑰宫，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的儿子弄成窝囊废。厄西温摆了摆手，我们的计划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魔龙和伊芙琳本就对弱者比较关心，就算他们再强，也不可能把废物练到棘手。殊不知他的狂妄却引来埃德的怒视。厄西温，我警告过你，对任何人都不准轻率过度，特别是对有着拉格纳血脉的人。好啦好啦，侄子我知道了，但既然你们这么担心，那倒不如我先过去玩玩，让那废物知道自己究竟几斤几两。与此同时，在另一边，伊芙琳的第1堂剑术课刚刚结束，随后他疑惑地询问道：与其让我当你的剑术导师，何不直接加入白甲龙骑队接受更专业的训练？自然拒绝只是我的一面说辞罢了。要知道，前世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加入到白甲龙骑队，考虑到开化仪式第1名的奖励就能实现愿望，那现阶段进去的话，未免也太损失了吧。我不能放弃向所有人展现我真正实力的机会。伊芙琳师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拒绝尤里乌斯大人，当然是因为我还不够格。伊芙琳只觉得有点好笑，毕竟他曾经的队长看人的眼光就从没错误。而为了了解洞察之眼的能力，我对着伊芙琳使用了。下一秒，只见除了他的3维外，其余信息都十分准确的在系统上显示了出来。这项果然很有用，今后绝对会在很多地方用上它。就在这时，有人突然叫住了我，他说他是南部检查站的西比尔德雷，有一件重要的事想找我探讨探讨。我看着此人的长相有点凶悍，以防万一，还是对他使用了洞察之眼。结果竟发现这家伙居然对我有着强烈的憧憬之心，特别想与我对练一次。随后系统还给我派发了最后一个新手任务，摆脱掉拉格纳废物的头衔。可西比尔说话还真是不过脑子的，直接当着我的面说，他之前非常认同我拉格纳废物这个绰号，但在看到我展现出不俗终极剑士的实力都是靠自己努力的结果后，他的态度变了。提尔少爷，我至死都将追随您，是你的出现才让一度自暴自弃的我重新燃起了斗志，所以还请您给身为南部废材的我一个对练的机会，
若是换做以前的我，或许会怀疑这家伙的真心，但在洞察之眼之下，他的情况我一览无余。除此之外，在西比尔身后还有大批跟他有着同样心思的人。看来在我打败了兰登，以及受到尤里乌斯大人青睐的传闻传开后，那些曾经不认可我的家伙基本都过来了，对我的态度转变为了敬佩，这还真是意料之外的事。现阶段就有这么多人愿意追随我，在成为拉格纳家主之前，我的确也需要一些支持我的人。还有就是我得趁今天的这次机会，赶紧把这最后的新手任务给完成了。而在得到伊芙琳的同意后，我便答应了与西比尔的临时对练。随着西比尔率先持剑发起进攻，我先是以防守的姿态试探他的实力究竟如何，可他未免也太过度贬低自己了，不仅速度快，挥砍的力度还相当足，这实力他居然自称是南部的废材，卷，实在太卷了。换作是前世的我，估计连一回合都挡不住，但现在的我想打败这种程度的对手，简直比喝水还要简单。只见在我全力的挥砍下，西比尔直接就被我击飞到了数十米开外，同时在无法继续战斗的情况下，他投降了。此刻看着剑中反射的自己，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玩的，那便是对着自己使用洞察之眼。随即一道关于我的面板就赫然出现在了我眼前，紧接着系统还传出另一信息，由于我发现了自身能力值，今后我的能力将会以数值的形式标记出现，而我的才能区域还有4个空位，也就是说我的极限将远超我的想象。只要今后继续完成系统派发的任务，我就将获得其余4个未知的才能。此时我的目光落在能力值上，多亏了龙之心和前世的魔力，现阶段我的魔力相当高，只是这运气值未免也太显眼了，居然被到了-47去，这不禁让我联想到自己是不是被下了诅咒才导致这样，但这也直接的表示前世我运气之所以倒霉的真正原因，得赶紧找到提高的办法才行。与此同时，伊芙琳看着自己徒弟的成长很是欣慰，不仅亲手打败了终极剑士的兰登，即便这家伙的水平属于终极中的最底层，而且还得到了大队长魔龙的认可，这可谓是天胡的开局。要知道，在以强者为尊的拉格纳反应只有2个，其一是憧憬，其二便是嫉妒，而聚集在这里的人无一不是在诠释着前者，他们都对提尔少爷产生了憧憬之心。反观我则是准备继续开始对练，我太想要知道完成最后的新手任务后，我将会得到怎么样的才能。殊不知就在我打败了接下来的对手后，我竟发现到了一个特别的东西，只要打败一个想跟我对练的人并得到他的认可，我的运气值就会得到增加。就这样，我便决定开启狂刷模式，将这里所有崇拜我的人都对练个遍，看看能不能至少把运气值拉回到0，顺带把那陪伴了我一世的称号给摘除掉。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虽然运气值确实如愿以偿得到了提高，但战斗了将近20次的我，任务的进度条居然才涨了1%。如果我的猜测没错的话，刚刚被我打败的人已经打从心底开始崇拜我了。看来我得找那些瞧不起我的甚至是更强的对手才行。就在这时，在我前方突然传来了铠甲沉重的踢踏声，那这回就轮到我来向你请教请教了。看到他的瞬间，我只感到惊奇万分，其余的人更是被对方的气势给镇住了。此人名叫维灵顿纳西奥，是北部4军之一的银狮子，出生名门，亦是名副其实的剑术天才。我来此是想在开化仪式前领教下拉格纳的剑术，还请提尔少爷原谅我的冒昧。闻言，我先是对维灵顿使用了洞察之眼，却发现对方并无丁点的恶意，他纯粹就是听闻我是星界黑马，才特地来找我对练的。抛开能不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能和北部4军对练，即便是输，也能让我清楚自己现在的实力究竟在何种地步。而随着我们相视一笑后，当即便在同一时间内挥出自己的全力一击，我原以为这将会是一场持久战，怎料下一秒的爆炸就抹灭了刚才的想法。等烟尘散去后，围观的人皆是震惊万分，万万没想到以我现在的实力，居然挡不住北部4军一回合的攻击。不过其实这也说得过去，毕竟北部4军可是开化仪式最被看好的实习剑士。是我输了。我的剑断掉的瞬间，我就知道结局了。维灵顿摇了摇头，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只是你的剑太久了，并且在没跟我打之前还对决了那么多场，所以综合因素下应该是我输了才对。而在我与维灵顿的互相谦让中，也让我感觉到他很可能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希望下次我们能来一场公平的对决。好的，一言为定。由于得到了北部4军的认可，新手任务进度条也是瞬间增加了5%，幸运值也提高了10点。果然维灵顿真的很强，既是天才又是努力型。这一世我通过系统和前世的记忆确实变强了很多，但在与他剑身碰撞的瞬间，我就明白了，我距离能在开化仪式拿到第1名的实力还差得远了。就在这时，维灵顿说他这次来找我还有别的事，随后他递给了我一封邀请函，我想邀请你跟我一起去参加蛟龙会。闻言我表示蛟龙会可是很有名的，像我这种人肯定没资格参加的。听罢维灵顿连忙挥手否决，你在说什么风凉话？对于拉格纳血统的人来讲，这又不是多了不起的聚会，无非就是在开化仪式前庆祝下罢了。我实在想不通维灵顿到底在打什么主意，但蛟龙会是以厄西温为中心的小团体，那里有很多瞧不起我的人，最适合拿来给我完成任务，正好还可以趁机观察东百宫和厄西温的动向，所以自然我没有拒绝这份邀请函的理由。那这玩意我就拿走了，到时候记得顺路过来接下我。维灵顿听后哈哈大笑了起来，你还真是懂得薅我的羊毛啊，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随时都可以来问我。与此同时，在玫瑰宫那边，在得知我收到蛟龙会的邀请函后，母亲立马忙碌了起来，她叫来了家族里最好的礼服定制师。见状我一脸的懵逼，母亲大人您这是要干嘛？塞西利亚则超兴奋地贴近说道，听说你收到了蛟龙会的邀请函，这聚会可是那个狡猾的艾米尔儿子厄西温和像维灵顿这种
天才聚集的地方，甚至就连元老院也对蛟龙会感兴趣，所以你的打扮行为举止绝对不能被那些人抓到把柄。说着说着，塞西利亚便亲自拿起卷尺测量我的3围。我知道你在礼节方面完美无缺，但穿着和教养是两码事，所以这方面我会帮助你的。别忘了妈妈以前可是演员出身的。听到这里，我的心像是被夹子狠狠夹住那般的痛。我的身份是低贱的数字，母亲一直心存惭愧于对我的这个标签，可这明明就不是她的错呀。随后我对母亲说道：“有我这么个窝囊的儿子，你一定很辛苦吧？”塞西利亚闻言立马忍不住哭了出来。妈妈其实都相信你会成功的，才不是别人口中的拉格纳废物。我知道这是只有母亲才会对我说的话，但在彻底的砸掉蛟龙会之后，拉格纳废物这个称号将拥有从我的身上消失。时间很快来到了半个月后，今天便是赴宴蛟龙会的日子。维灵顿早早就安排好了马车在城门外等候，怎料下一秒再见到我时，他直接惊呆了。你真是提尔吗？这装扮简直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维灵顿，你就别开玩笑了，这是我母亲安排的，赶紧上车吧。在那次对练之后，其实维灵顿每天都会专程来跟我一起训练，我们的关系也开始变得亲密了起来。只是有一点苦了伊芙琳，明明一开始为了我才重新开始收徒弟，现在倒好，不仅得多教我刚收的小迷弟，就连别的家族的人也要掺和进来。而在行驶的过程中，维灵顿突然跟我说了一件事，这次的邀请函其实是厄西温托我转交给你的，甚至为了迎接你，他还特意准备了有趣的节目。对此我只是笑了笑，并无过多的回应。看来维灵顿还不知道厄西温跟我的关系非常恶劣。画面一转，我终于再次来到了这该死的东百宫，也是指使兰登妨碍我的成长，最后吞下玫瑰宫的幕后凶手所在的地方。这时维灵顿告诉我，厄西温说的节目会在入口处进行。我清楚这绝对不会是什么好事，毕竟厄西温之所以会派维灵顿来邀请我，不用想我都知道是因为我最近的名声开始大噪，他肯定想要打压下我的气势，但老子怎么可能会任你宰割呢？我要让你明白什么才叫做全方位的碾压。就在这时，我发现在头顶上的窗户处出现了类似系统的蓝光，难道说东百宫里有任务吗？岂料就在我思索之际，身后的维灵顿突然大喊道：“小心！”下一秒，只见在我所在的位置顿时炸开了白色的粉尘，好在我反应迅速，及时躲闪，这才没弄脏了母亲亲自为我定制的礼服。看着维灵顿怒气上冲，他这是想为我打抱不平啊！好你个厄西温，特么这就是你说的有趣节目吗？给老子滚下来解释一下！见状，我再次对他使用了洞察之眼，确认了他跟厄西温不是一伙的。而随着我抬头望去，果然会做出这种事的只有他。欢迎光临拉格纳的废材，这种特别的招待仪式应该是你最喜欢的吧？结果我接下来说的话，却让厄西温足足震惊了2分半。谢谢你这么大费周章的给我举办欢迎仪式，我很期待今天的聚会。只见厄西温露出了一抹邪笑，看来许久不见，你变得更有趣了呀。而等我们走进聚会的现场时，周围也是立马叽叽喳喳了起来。厄西温到底在想什么？居然邀请这种废物来参加神圣的蛟龙会！我猜厄西温是故意的，他这是要这废物来当跳梁小丑。维灵顿闻言替他们向我道了歉，他们平时都不是这样的。我回应道没关系，这么多年来自己已经习惯了，反倒是我要好好感谢下厄西温的邀请。显然维灵顿不明白我最后一句的意思，他的神情有点蒙圈，就让在座的各位再猖狂，等会有他们好受的。这时厄西温从楼上走了下来，怎么样废物，这场聚会还满意吧？可即便是赤裸裸的嘲讽，我依旧要忍住，必须按照原计划进行。当然啦，以后有这种聚会没必要让维灵顿转交给你，直接来玫瑰宫找我就行。随后只见厄西温搂住了我，刚才丢面粉是我的错，我向你道歉，但我好像只记得你是在向我打招呼。此话一出，厄西温直接猛地大力拍我的背，我的好提尔啊，这么久不见，你居然变得如此有趣，我真越来越喜欢你了。周围的人见状纷纷觉得我是在低头拍厄西温的马屁，毕竟就算同属拉格纳，也是有等级划分的。突然，维灵顿的脸色逐渐难堪了起来，因为有人故意去触碰他的逆鳞。严格来说，维灵顿的出生也是庶子吧，还真是跟拉格纳的废物是天生一对啊。可殊不知我在等的就是这一刻，我要让维灵顿认为接下来我所做的一切有在帮他的成分在。于是我告诉厄西温，我要离开一会儿，我得学你跟现场的新朋友打招呼。随后我径直走向了一个依旧还在喋喋不休讨论数字话题的家伙，拿起桌上的酒瓶，朝他的脸门直接就抡了上去。见他还想反抗，我又是临门一脚直击下来。特么说谁是废物呢？数子的身份是招你惹你了吗？别忘了，你们家族只不过是我拉格纳的看门狗罢了。说罢，我猛地一掰，将他的骨头给掰成了2截。那些家族等级跟他差不多的人在看到后，纷纷被震慑在了原地，不敢乱动，更是被我的一句谁也想要跟我打招呼吓得冷汗直冒。与此同时，我的任务进度条直接飙升到了 58%， 并且还在持续上涨中。怎料就在下一秒，我的脖子被4把利剑给围住了。刚才我伤的是他们的少爷，所以他们要让我以死谢罪。结果在我强烈的威压下，他们连剑都快要拿不稳了。反应过来的他们瞬间意识到不对劲，他们这是惹错人了。本还想道歉祈求我的原谅，可留给他们的却只剩脑袋落地。干得不错呀，伊芙琳师傅。而伊芙琳之所以会过来，当然是因为他实在放心不下我这个徒弟。他曾是厄西温的师傅，自然最清楚这家伙的性格，并且昨天魔龙也跟他聊过，还带了件白甲龙骑队的正式服装。他表示自己真的很看好我的潜力，所以一定要保护好，毕竟蛟龙会都是些血
血气旺盛的狼崽子，难免会有一场恶战发生。反观此时的伊芙琳很是诧异，你怎么知道我跟过来了？直觉，我回应他就2个字。不过我并没有欺骗他，只要拥有龙之心的拉格纳，第六感就会变得相当的敏锐。早在我上了马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了伊芙琳一直卡着距离紧跟在我身后，但同时伊芙琳也印证了自己的猜测，我果然是在隐藏实力。这时我询问伊芙琳，若是在座的人侮辱了继承权者该怎么处理？伊芙琳的眼神瞬间变得凛冽，根据家规斩立决，但大家都还是些没有参加开化仪式的小朋友，就每人砍下1条胳膊就行。伊芙琳在领到命令当即踏步冲出，她按照我的要求，把那些侮辱过我的人全部给予了断臂处罚，而由于我只针对那些谈论血统的人，这让同样拥有继承权的厄西温根本无法阻止。很快伊芙琳完成了任务，同时我新手任务的进度条也是来到了100%。随后我在走前向厄西温摆了摆手，多谢你的款待，我们今天玩得很开心。如今新手任务全部结束，今后拉格纳废物的称号将不复存在，并且我还得到了经验值万能药。但今天最大的收获当属是我把维灵顿和伊芙琳都拉拢到自己身边，今后对我的称王之路必有大用途。等回去后，小迷弟在得知蛟龙会被我给彻底砸掉，也是特意给我举办了一场庆功派对。反观厄西温可就惨了，此时他正被母亲进行着巴掌教育。所以你是给那个废物提供了借口，让他把你的手下打成了重度残废吗？都叮嘱过你千万不要小看那家伙，现在不但没打压住气势，还让他反倒变得更嚣张了。再这样发展下去，霸占玫瑰宫的计划迟早得泡汤。厄西温本还想解释一番，但换来的却是艾米尔的无情呵斥。现在赶紧给我滚回去好好反省。而等厄西温走后，埃德便再次安抚道不必太过担心，他觉得这反倒是件好事。玫瑰宫那里虽然都是些废物，但一直以来都靠着家主撑腰，很难攻占。不过现在他们有个合理的借口，能将计划进行得更完美。既然我们担心提尔崭露头角会被家主看中变得更强，那就借这次他在蛟龙会上引起的大骚乱，用法律的手段来制裁他。如此一来，玫瑰宫将失去继承权位，自然就算我们吞掉东百宫也没人会反对。艾米尔觉得可行，便询问需要准备多久。埃德则是嗤笑一声，按现在的时间开始算，逮捕令应该要送到了才对，你就等明天早上睡醒的好消息吧，赶紧去泡个澡，美美的睡上一觉。这是我特地从南部火山地带给你带来的香油香草。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维灵顿郑重地表示自己将在今后与我共进退。原先家族是让我和厄西温搞好关系，但现在我的想法不一样了。于是趁着这个机会，我便请求维灵顿能帮我一个忙。只见我拿出了一张纸条，并说道：如果我跟厄西温的权位竞争变得白热化，在那一刻请你出手帮我。我知道在未来，维灵顿将会成为他家族内西奥的家主，实力强到能跟拉格纳五五开，所以必须趁现在让他彻底成为我。反观维灵顿一点犹豫都没有，他接过我递出的约定，既然我都已经决定跟你共进退，那自然你的事就是我维灵顿的事。可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铠甲踢踏声，而来人正是律法厅的律法剑客提尔拉格纳。我们以恐吓、威胁、暴力引起内乱的嫌疑前来抓捕你。所有人见状皆是亚麻呆住，唯独我淡定的上前粗略的一看，嘲讽这群家伙可真是猴急，这逮捕令连墨水都还没有干。不过我没有任何要反驳的意思，我示意让律法剑客给我戴上手铐，毕竟这后续的发展将关乎到我是否能攻破掉东百宫。而在走之前，我点头示意了下维灵顿，同时他也是心领神会的看着手中的纸条。要知道这里面的内容将会是我的必杀招。画面一转，很快我就被律法剑客带到了律法厅。至于审问我的则全是9龙的人，其中有魔龙尤里乌斯拉格纳、亢龙埃德特洛伊万、剑龙奥沙拉格纳以及元龙沃尔夫拉格纳。同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元老院的长老。可经历过前世的我知道，沃尔夫很重视血统，他肯定会厌恶我这种出生是庶子。果然在我主动跟他打招呼后，沃尔夫连正眼都没瞧我一眼。随后沃尔夫将我在蛟龙会的罪行陈述了个遍，他表示都是我惹出的蠢货，让上次被我打过的附属家族全都吵着要脱离拉格纳，所以这个后果必须由我承担，他绝对不能容忍让拉格纳家族名誉扫地的事情发生。闻言我点了点头，您说的确实一点都没错，当时我就不应该宽恕那些侮辱拉格纳继承权位的人，得砍掉脑袋而不是只砍掉手臂。他们是臣子，君主给了他们荣誉和领地，可他们却反过来要威胁君主的性命，难道不应该就地斩决吗？对此尤里乌斯相当认可我的发言，这样下来最终对我的惩罚将大大减轻。而在沃尔夫和埃德的诧异中，剑龙奥沙发话，我能理解你想要表达的骑士之道，不过你要知道我们拉格纳是很强，但领地并不大，如果我们不去聆听家臣和骑士们的声音，最后拉格纳面临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无法用霸道统治这个世界。听到我回应到，我会牢记在心的。奥莎是9龙义氏家主的第一夫人梅花宫公主，前世她从没对我产生过敌意，但是你明明知道玫瑰宫的下场是会那样。随后我询问具体我会被如何惩罚，沃尔夫直截了当地说，3个月的禁足令，由于在2个月后就是参加开化仪式的日子，所以我不同意这个判决。闻言奥莎给了我建议，那就是让我等明年的开化仪式，届时被我弄伤的那15名孩子也会一同参加。此时的埃德得意极了，先前在还没开始审问前，魔龙就替我求过情了，但换来的依旧还是我必将错
过今年的开化仪式。推迟开化仪式在拉格纳可是件不名誉的事，让如此不名誉的人代表玫瑰宫几乎微乎其微，那自然而然他们就有足够的手段吞下玫瑰宫了。反观我则是毅然决然要提起上诉，只是我清楚上诉后的结果可不仅仅是3个月禁闭的轻判，魔龙他肯定帮我求过情。此刻除了埃德露出一嘴的坏笑外，其余9龙皆是错愕不已。尤里乌斯更是询问我知不知道上诉代表着什么。当然知道，在强者为尊的拉格纳，上诉便意味着战争，胜者方将代表着真理。沃尔夫认为我的决定相当傲慢，以我的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抗衡15个家族的势力，自然我是知道的，但如此一来战争就会上升到另一层面，在势力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双方就会用代理战的形式进行一挑一决斗来分出胜负。尤里乌斯听罢则对我有些失望，暗自道：作为被告的你代理只能选择自己，反观东百宫最差也会派出厄西温这种剑术天才，那你最后的下场必输无疑。难道你是以为伊芙琳和我会替你代理出战吗？简直荒谬极了。可他不知道的是，代理战对我来说只是诱饵罢了，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现在维灵顿和伊芙琳应该已经完成我的任务，并且拿到足以搞垮东百宫那群家伙的绝对证据。岂料就在我以为事情会按我的计划发展时，意外却突然出现。只见此刻我身后的门被赶来的人打开后，身处高位的9龙皆是单膝下跪以表敬意。没错，拉格纳的家主亦是我的父亲凯尔，他居然来了。我实习剑士提尔向伟大龙神的现身致意。与此同时，系统弹出了一个剧情任务，任务要求得到东百宫并找到关于他的秘密。见状，我想起在上次参加蛟龙会时看到的蓝光，我真是疏忽，居然把这件事抛到脑后去了。看来东百宫的确有什么猫腻存在，但现在还不是想这个的时候。现在我得先想办法应付父亲才行。儿子，你起来吧，我在路过时偶然听到关于你的事情，情况好像还很复杂，所以你确定要通过代理战进行2审吗？我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父亲闻言沉思片刻后，就说到我不能为自己代表出战，于是便想让我选出一名能替代的人选。毫无疑问，父亲这是想要测试我，那我就如你所愿，我没有所谓的代理人，这场对决只能由我自己出战。虽然我清楚我输的可能性相当高，但不试试怎么知道？你儿子我就是要选择宁死不屈。此话一出，父亲当即仰天大笑了起来。大伙听见我儿子说的话没有？没有比这更适合拉格纳继承人说的。老子很喜欢你的态度，所以身为拉格纳主人的我决定考验你。若是提尔你能接下我一剑，我就赦免你的所有嫌疑。你没有拒绝我的理由，现在马上到外面来。突然，凯尔身后传来了反对的意见。家主，万万不能如此草率啊！这是因为埃德清楚，如果我能扛下那一剑，就能成为得到家主认可的继承人。虽然我知道提尔肯定撑不住的，但凡事都有个意外，所以他必须阻止家主这个决定才行。作为家臣，我的确没资格插手2位的父子情，可按照规矩，怎料他的话还没说完，父亲只是一句话就让他瞬间怂了下来。看来你对我的判断很有意见。我明白了，家主，一切按照你的安排进行。随后父亲更是看向了台上的魔龙，因为从刚才他就一直在那里笑嘻嘻，而他也是乱说一通，当然只是因为太久没看到家主感到开心啊。对此父亲自然懂他的心思，但现在得先办好正事才行。怎么样，儿子，我的这个决定你没意见吧？而如今计划都在往不可逆的方向在发展了，那我当然就得顺从此等天意。可殊不知，我回应父亲的竟是拒绝2字。闻言他瞬间愣住，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对我来说奖惩的结果不够公平，若是我获胜的话，我要得到更丰厚的奖励，毕竟父亲您的实力可是大陆最强，怎么能跟代理战的人相提并论呢？闻言父亲便询问我想要增加什么奖励，我则是一脸邪恶的回头看向埃德，我要东百宫。这可把埃德气得肺都要炸了，巴不得现在冲上去把我撕成2半。反观沃尔夫则是觉得我过于傲慢，最终只会引火上身。可对于父亲的性格，我拿捏的可谓是死死的。他同意了我的建议，既然想当继承人，最起码也该有这种胆量才行。那现在就跟我来吧，老子要亲自考验你是不是有这个资格。可即便我已经不再是拉格纳的废物，但我在系统上的等级依旧只是个2级的卡拉米，力量更是可怜到区18点，这对上满级状态的家主简直就是无稽之谈。而由于目前我在父亲眼里还不会使用魔力，所以他的武器选择了一把生锈的铁剑。可就算是这样，父亲的那股王者的气势依旧不减，仅仅是站在原地就能让我全身乃至骨头都止不住的颤抖。与此同时，在旁观摩的埃德又得意了起来，他觉得就算我这种小鬼变得再强，也不可能接下连高级剑士都撑不住的一击。殊不知，早在上擂台前，我就使用了先前系统奖励的药水，并将所有的可分配点数全加在力量上，足足比原先提升了3倍之多。我感觉自己有种踏入非凡领域的解放感，这种程度的力量绝对可以挡住父亲的一剑。在询问我已经准备好后，父亲当即就朝天挥了下来，而在我100%专注的情况下，我成功捕捉到了父亲的攻击轨迹，并做好了最佳的格挡架势。下一秒，只见父亲那强大的威压瞬间将周围的地板给掀飞了，但这也就意味着我做到了，我成功通过了父亲对我的考验。9龙的人也正式宣布，提尔拉格纳用自己的意志证明了自己无罪。反观父亲则是咧嘴一笑，他难得能找到一个不错的后代。画面一转，等我从昏迷中醒来后，坐在一旁照顾我的母亲担心极了。当时听到自己的儿子居然要挨家主一剑，他想死的心都有了。随后母亲还哭着说，如果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的话，现在马上派人去把神官请过来。我告诉母亲自己已经无大碍，再说这里又是哪里？这时尤里乌斯替母亲回答了，
这里当然是额外奖励给你的东百宫。就在刚刚，我按照家主的命令，把前东百宫公主厄西温以及埃德特洛伊万给赶出去了。与此同时，刚被赶出家门的艾米尔气得肺都要炸了，凭什么一个庶子也能抢走我的公主位置？至于埃德则是杀意腾腾，他命令厄西温在开化仪式开始后把我杀掉，绝对不能手下留情。而等我把母亲打发走后，我便来到了之前散发蓝光的房间。至于这把蓝色钥匙，当然就是开启它的必要条件。随后系统提示我发现了副本，作为奖励，我在副本里将得到双倍的经验值。不过这估计就是一种任务形式罢了，毕竟在东百宫里，怎么可能会有深不见底的洞穴？无论如何我都要通关，绝对不能错过快速变强的机会。但在进去前，我还需要准备点东西。只见我在新获得的物品栏中装满了武器装备。等一切准备就绪后，我再次回到入口处，正式开启我的第一次副本任务之旅。很快我就在距离洞穴100米处的位置听到了魔兽的低吼声。下一秒，只见一头流着哈喇子的魔狼赫然从黑暗里走了出来，二声不叫就朝我猛扑过来。好在我反应迅速，及时用盾牌挡了下来。比速度的话，或许我比不过，但换作是正面硬碰硬比力量，我可就不会输给他这种货色。在下一回合主动出击的我也是成功命中他的颈。可魔狼的皮肤坚硬程度相当高，一般的攻击还真没法对他造成伤害。于是我开始在脑中模拟父亲那道攻击轨迹，那是他一剑必杀的杀招，要是能学会的话，对付这头魔狼就轻松了。结果我第一次使用时却扑了个空，果然还真没这么容易掌握。算了，还是使用前世秘籍里的那招闪击突刺吧。随后我丢掉了盾牌，将注意力全集中在了剑身上，再将自身速度发挥到极致。这些基础都是我在伊芙琳那里学到的，那自然闪击突刺我就能成功施展出来。最终我用这招刺瞎了魔狼的一只眼睛，如此一来，我要打败他根本不在话下。时间很快过去了2个月，此刻的我已经打败了170头魔兽，精疲力竭的我赶紧喝下了系统奖励的初级治疗药水。好几次我都是多亏了它才能活下来，否则我根本就没办法走到现在。如今副本里魔兽的数量只剩1头，那它大概率就是最终的 BOSS。画面一转，我拿着所剩的一把剑来到了副本的第5层，这是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也是准备让我在开化仪式使用的剑。真没想到如此华丽的武器，在前世居然被我像垃圾一样丢在房间里任其生锈损坏，我特么真就该死。这一世我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一定要保护好母亲不受丁点伤害。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拥有龙族血脉拉格纳的我，对付的副本 BOSS 居然也是龙种，难道说这只是单纯的偶然吗？不过好在这 BOSS 只是一头低级的德雷克，趁着他还在睡觉，若是我能充分利用龙之心的话，或许能做到一击秒杀。随着我再次使用了闪击突刺，我的剑直击德雷克的左眼处，本想着顺势刺穿他的大脑，结果这家伙居然连肉都厚到离谱。在躲掉了德雷克的尾部反击后，我施展出了另一秘技缭乱的步伐。只见此刻的我在德雷克的身上来回跳跃，并且每次跳跃还附带一下平 A 攻击。我的计划是想先用一般的攻击转移德雷克的注意，再找机会找到并刺中他的要害，也就是逆鳞。可突然德雷克仰天狂吼了起来，他的技能支配了战场，而感受到恐惧的我身体动作直接迟钝了10%。眼见德雷克的巨爪近在咫尺，来不及躲闪的我只能拿剑硬扛了下来，但我也因此受到了较为严重的伤害。我深知时间越拖下去的话只会越危险，所以我得赶紧找到弱点，快速结束战斗才行。就在这时，我看到了德雷克逆鳞所在的位置，于是我先去佯装想要与其正面硬刚，实际却是在距离他嘴巴仅有0.00001毫米间下蹲闪避，朝他逆鳞的所在位置使用闪击突刺。最终在自身力气告竭的瞬间，我成功破坏了德雷克的逆鳞。如此一来，副本内的所有魔兽都被我给解决掉了，而作为杀死德雷克的奖励，我得到了他的牙齿以及他的爪子，这2样都是可以用来强化武器的材料，其一是提高硬度，其二则是提高锐度，刚好可以拿来修理下母亲送的剑。与此同时，我还获得了新的技能德雷克的咆哮效果，释放杀气压制周围，但只对比施展者等级低的人生效。前世我听说过这个技能，好像是只有天选之人才能使用的，看来运气值提高后，符运给我带来的好处太多了。可在强者云云的拉格纳，不知道施展后的效果到底如何。在这之后，我还领取到了剧情任务的奖励，名为巢穴罗盘。虽然不知道它的具体用途，但很可能是跟下一个剧情任务有着密切的关系。算了，不研究了，还是先回去好好睡上一觉休息休息。可就在这时，身后一个女仆突然叫住了我，提尔少爷不好了，你快点去第4训练场，那里有人要打群架。等听了他的解释，我才知道，原来在我闭关身处副本修炼的那段日子，我凭实力接下家主一剑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于是基本上每天都有人慕名前来想找我对练一番，但其中也避免不了有些是过来故意挑衅的。他们嘲讽都过来3顾茅庐了，怎么连一次面都见不着？难不成你们口中的少爷是个懦夫怕输才不敢出来迎战的？不过西比尔可不会惯着这些脑子特殊的家伙，基本就是一拳解决一个小卡拉米，连我们当小弟的都打不过，你们配找我们少爷对练吗？可也不妨会有实力强劲的对手，他们便是北部4军之一的霍尔库斯兰卡，绰号黑熊，以及同样是4军之一的雷伊拉格纳，绰号冰霜剑女。只听霍尔库斯拿着大剑豪迈放言：提尔拉格纳在哪？快叫他过来跟我单挑一下。同样雷伊也是专程赶过来想找我对练的，结果由于他们谁也不让谁，至此2人的矛盾就这么水灵灵的展开了。只听雷伊呵斥道：手下败将就没资格排在我前面。霍尔库斯则是愤怒的回应：知不知道1个月甚至是1天都足以改变我的实力，而且这都3年过去了，老子早就实力远超你了。但这根本不妨碍雷伊继续说他是手下败将。于是恼羞成怒的霍尔库斯就决定，要不就咱俩先干
干上一场，只有赢的人才能率先拿到对练的资格。就这样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好在维灵顿及时赶来制止，否则搞坏了训练场地，非得被伊芙琳大卸八块了不可。如果你们两个执意想打架，不妨由我给你们找块合适的地方。结果维灵顿的到来让霍尔库斯更来劲，兄弟你来的正好，我才不想跟那臭娘们打呢，不如我们来一场吧。与此同时，我也决定赶过去看看，顺带试试刚获得的技能效果到底怎么样。而随着我来到了第4训练场，在施展了德雷克咆哮技能的状态下，我仅仅只是朝群架的人走去，其散发出的杀气威压就足以让比我低很多级的人口吐白沫。反观威灵顿则诧异不已，他不明白这股压迫感到底怎么一回事，在闭关修炼的我究竟干了什么？可我的出现也让霍尔库斯热血沸腾了起来，这股杀气还真瘆人啊！你这家伙真有趣。说罢间，霍尔库斯一个箭步就抡起大剑冲了上来，就让本大爷好好瞧瞧，你这家伙到底有没有传闻说的那么厉害？殊不知他自认为的自信一击，却被我轻轻松松挥剑给拦了下来，甚至他还被震飞到了数十米开外，这可把霍尔库斯给硬控住了。他深知自己并没有放水，没想到攻击就这么水灵灵给挡下了，而且自己的对手都还是面不改色的情况，显然并没有使出全力。反观我也是惊呆的状态，虽然我知道霍尔库斯各项表现一般，脑子也不太好使，但他们兰卡家族天生就是神力，比力量方面根本就不惧怕任何人，这才让霍尔库斯能当上北部4军之一的位置。此时随着我再次格挡下了对方的攻击，我当即就使出了在副本时练熟透的闪击突刺，成功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真不枉我在副本里疯狂刷级，而如今即便我打趴下的仅仅是北部4军之一最弱的一个，但也意味着我已经有资格挑战其余3个，甚至是一举拿下开化仪式的第1名。看着霍尔库斯迟迟没有站起身，我才意识到自己似乎用力过猛了，所幸对方是以强壮著称，只是暂时昏了过去罢了。骤然间在我身旁响起了激昂的声援，提尔少爷打败了北部4军黑熊，还是一剑就秒杀的那种。我告诉他们霍尔库斯还活着，现在只是……结果我的话还没说完，我又闹了另外一个乌龙。只见我手中的剑突然咔嚓了一声，直接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断成了2截。不愧是提尔少爷，一次攻击就能报废一把剑。而一想到这是妈妈送给我在开化仪式上用的，我就连跟他们解释的心思都没了，自己这下回去肯定是要挨大骂。反观此刻站在不远处的雷伊，他的眼神从刚刚对决到现在就一直落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只因在雷伊还小的时候，他就曾被一个少年在暴雪里送过温暖，还主动拉着他的手就往家里带，说是等雪不下了就送他回家。而他内心所想之人以及目不转睛盯着的便是我提尔拉格纳。在最后雷伊没有选择上前与我对练或者打招呼，他留下了一抹微笑后就转身离开了训练场。刚好他笑的一幕给维灵顿看到，这不禁让他感到好奇。等等，刚刚一向冷血的雷伊好像笑了似的，这我还真就活久见。画面一转，我已经回到了东百宫。由于我获得了闪虎的绰号，女仆们正在一旁给我庆祝着这项荣誉，还鼓励我一定要把这份气势给牢牢锁，一直保持到开化仪式开始。至于母亲，她则亲自下厨做了一桌的料理，但重头戏还在后头。只见此刻母亲端来了一大盆精品鲍鱼肉，她知道这阵子闭关的我太劳累了，所以特地放了各种大补的佐料给我补补身子，好应对接下来的开化仪式。可以想到母亲一向都这么热情主动，前世的我居然还多次冷落她反驳她，根本不理解她是多么想给予我爱。谢谢你妈妈，你做的饭菜真美味。而等饭足后，我便鼓起勇气把剑断的事说了出来，我也已经做好了挨骂被打的准备。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母亲非但没生气，反倒还将责任全都怪罪在了造这把剑的铁匠身上。这该死的老东西，明明说这是加了雪白葵和黑椴木，一辈子都不可能会断。此刻的我才明白，母亲送我的剑居然是此等极品。想过好，但没想过竟这么好。要知道黑椴木是一种只吃铁长大的奇怪生物，它们是像木头一样柔韧，但却比铁更硬的罕见材料。于是我就询问母亲，她这是在哪里购买的？她回答道不用花钱。可不管怎么样，母亲觉得自己被骗，就得去找对方算账，绝对要重新掏一把好剑给我备战开化仪式。我本想说我可以用其他剑代替，却遭到了母亲的否定，这绝对不行。现在大家终于看清了你的实力，所以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在自己身上花心思。说罢，母亲转头就往门外走去，表示现在立刻马上就去找那人算账。闻言，我便询问具体的地方，可在听到母亲说是在巴斯克工坊后，我整个人都惊呆了。要知道，这可是大陆排行前3的武器制造所，而它的主人正是大陆最强武器锻造师恶魔工匠科尔森。此时我跟着母亲来到了巴斯克工坊，前世在黑雪情报组织工作时，我就曾听闻过这里的主人科尔森，他被标注为了特殊保护级别的对象，也被称为是资本易主的化身。原因很简单，他对钱有一种莫名的向往。不过最有名的还是他最强锻造师的称号恶魔工匠。没想到我也会有一天能见到这么个大人物，所以母亲到底和科尔森是什么关系？岂料就在这时，母亲突然朝着科尔森怒斥道：你不是答应过我说要戒烟吗？怎么妈妈你要食言被天打雷劈是吧？此话一出，我瞬间亚麻呆住，神马玩意，世界排行第1的武器锻造师居然是我的外婆。反观外婆则一脸的无所谓，我才不是你妈妈，当初在你抛下我的那一天，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了，所以客人找老将我有何贵干？原来母亲先前说她是孤儿一直是骗我，
等等，那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明我就是混血精灵？果然我长得帅是有牛顿理论依据的。此时只见母亲一把将那断剑给扔了出去，这是来还之前你送给我的宝剑的，说好是精品，结果却是烂到极致的不良品。外婆无语死了，还没人敢当面说我亲手锻造的剑是不良品。殊不知在拔出来剑后，外婆足足愣了有2分半的时间才缓过神来，随后沉声问道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母亲听罢则是一脸的胡说八道，谁知道你这把剑是不良品，当初说好的永远不可能会断的，结果我儿子才打了2个月木桩就成这副德行。外婆似乎知道了点什么，但在叫了我声臭小鬼后，她又突然哑口了。母亲警告她最好说话小心点，自己的儿子今后可是拉格纳领袖级别的人才。紧接着我也便做了自我介绍，我是东百宫的公主提尔拉格纳，很荣幸能跟大名鼎鼎的魔将您见面。外婆表示关于我的事她基本都听说了，闲话就不多聊了，只是她很纳闷弄成这样真是出自我的手吗？我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我很喜欢这把剑，还请您一定要把它给修好。听后外婆便要领我们去锻造工坊，路上我询问母亲才知道一个真相，其实母亲和外婆并不是亲生母子关系，而是收留她的养母，虽然仅仅只有半年的相处时间罢了，这就让我有些沮丧了，原来我是个纯血统的人类啊。随后母亲谈及了关于外婆喜欢的东西，不管是宝石、音乐、喜剧还是人她都很喜欢，也是因为她喜欢上了我，才把我收做了养女。听到我们聊天，外婆瞥了母亲一眼，真无聊，都过去了的事，你还有脸跟儿子分享？谁知母亲当即就见嘻嘻笑了起来，哎呦哎呦，您就别说这种违心的话了。外婆明显是被说中了，虽然很气，但也不敢泄气。那你们为什么要突然断绝关系？没等母亲回答，外婆就说了出来，还不是因为她说要当什么拉格纳的夫人，明明那里很危险，却偏偏不怕死的走了进去。反观母亲则是泛起了花痴，谁让那个时候的家主实在太帅了，腹肌、财富、爱我，为了不水，此处就替你们省略100万个字。臭丫头，那你还有脸回来要我给你免费锻造？结果说着说着，外婆就被一句妈妈给说害羞了。看着这如此温馨的场面，前世的我还真没见过母亲还有这样的一面，直到我死的那天为止，我对母亲依旧一无所知。突然我回忆起了那件事，为什么外婆很爱母亲，前世却没有阻止她呢？而等到了目的地后，外婆直接就拉着我进了房间，只留母亲一个人还在那里傻傻自言自语，直到房门紧闭后，她这才反应过来，大声叫喊了起来，外婆让我暂时先别离，因为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确认一下。老实跟我说，你身上有太古龙的遗物吧？闻言我有些懵圈，外婆您说的是指拉格纳的守护龙祖先吗？虽然我听说第1代家主为了后代把太古龙用的宝物藏了起来，但这好像只是个传说。听完我说的，外婆当即就把剑抄了出来，还给我装糊涂是吧？如果你没有遗物的话，怎么可能会把我的剑破坏成这副德行？除了遗物，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能毁掉它。知不知道这玩意值多少钱啊？最后外婆也没跟我计较下去，而是领着我来到了房间的角落，接着拖着一个用锁链锁着的木棺就对我说道，这里面有我想要却得不到的东西，如果你能解开拿到，我就白白把它送给你。下一秒，只见那木棺突然泛起了任务的蓝光，难道说这是新的剧情任务吗？而从我异常的反应中，外婆能感觉得到，我的确是能看到普通人不能看到的东西。接着她告诉了我，这里面放着的是太古龙的遗物，这是在遥远的神话时代，太古龙用自己的獠牙做成的妖剑，名为月白，所以若是你能解开箱子的封印，那我就将这把月白剑送给你当做见面礼，但是处理不当的话很可能会死，这是外婆给到的警告。随后只见系统弹出了新的剧情任务，她要求我去得到月白剑的认可，可这也让我回忆起了前世的一段记忆。月白剑曾经是情报组织黑血首领的主武器，这让本就身为九龙的他实力大增，只不过真正看过月白剑的人很少，这是因为那些见过他的人全都死亡或者莫名失踪了。而在我第一次遇到首领黑龙时，偶然间我居然能看到那月白剑的本体，最终也是因为这个特殊情况，我被留了活命，并邀请加入到他管理的情报组织。而等回过神来，我粗略的算了下，距离我和黑龙见面还有4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那之前月白剑一直都藏在这木棺中，既然上天都想要我拿下它，那我不妨就让它归入我麾下。于是我再次拿出了那把蓝色钥匙，并插了进去，效果果然跟东百宫的一样，能用它开启任务副本。我在外婆的惊讶中成功的把封印给解开了，可殊不知就在触碰到它的瞬间，木棺中突然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吸力，并且从里面散出的黑色物质还不断的往我身上蔓延开来。就这样我两眼一黑晕了过去，只是等我重新睁开眼时，在我面前出现的居然是前世令我悲痛欲绝的场景。看来我这是进入到了梦境之中了。而此时月白剑的本体黑色狮就以为我已经陷入其中，就想将我一口吞掉进行精神控制，让我永远都无法从梦境中苏醒。殊不知我根本就没有因此迷失自我，随即我便使出了一记回手掏，直接把他的会给死死捏住。怎么可能？区区人类居然能扛住内心最痛的瞬间，这你就想不到了吧？妖剑，老子早就克服了你给我看的绝望，如果是早些时候能遇到，或许我的精神控制还真会被你得逞。可我看着面前的19，心想这的确跟记忆中的有些不同。记得那石头一回见面时，这家伙起码有10米高，现在居然跟我的体型差不多，难道说是因为被封印太久了吗？不过这对我来说也算是好事一件，那现在你就是我的了。
若是不乖乖臣服的话，我下手可能会重那么一点点哦。与此同时，在现实世界中，母亲得知了我昏迷不醒，也是痛哭不停。她质问科尔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是让你帮他造剑，可没让你把他弄成植物人啊。科尔森自然也是蒙圈状态，毕竟现在出现了他从没见过的情况，这妖气之物居然跟手拿他人的血管连接在了一起。现在他只能默念我一定不会出事的。闻言，母亲也是严肃的说明，如果我儿子真出什么意外，那这回的断绝关系可就不是随便的开玩笑。怎料母亲的话刚说完，我的手却有了动的迹象。与此同时，一股黑色的气流从月白剑中冲了出去，并且还不断的往我的身体里面钻。等着现象结束后，我也便从梦境中苏醒过来。见状，母亲连忙就将我抱在怀里，你吓死妈妈了，下次没我的同意，绝对不能再让我这么担心。好啦好啦，我没有事，我跟你道歉。随着系统弹出狩猎成功的字样，我也是顺利结束了第2个剧情任务。我还真是走运，在施救刚刚苏醒还很虚弱的情况下把他抓住了。作为奖励，我获得了月白剑的控制权。而在吸收了月白剑的妖力后，我的魔力也得到大幅度提升，并且数值还突破到了200点。从现在开始，我的魔力出现灵性，魔力的恢复量将会每秒增加 1.5。看来现在的我已经达到了高级剑士的水准了。但可惜的是，我不能马上使用这股庞大的魔力，在开化仪式之前必须得忍住。可不知道为什么，从刚刚月白剑就一直发生剧烈抖动。一开始我还以为他这是还想反抗的意思，直到外婆解释后我才知道，这家伙是太久没出来被闷坏了，如今难得重新现世，必须得好好发泄下被关数百年的烦躁。之后外婆还指着面前的墙壁说道，要不你现在试试这把剑的威力如何，就用尽全力挥砍前方就行，这堵墙它坏不了了。在我再三询问外婆真的没关系后，我便决定在测试月白剑性能的同时，再偷偷使用下魔力。反正我有龙之心，就算是外婆也不知道它有隐藏功能。此刻随着我握紧剑蓄力开来，外婆瞬间就意识到了不对劲。下一秒，只见在我使用了突破闪击后，不仅是那堵墙，就连巴斯克攻防的那面墙都被劈成了2半。这一幕把外婆直接看得心破碎。我的攻防啊，我的钱啊，我的命啊！反观我则是对月白剑有所忌惮，因为在那一击后，这家伙居然把我的魔力都吃光了。可就在这时，外婆突然瞬闪到了我跟前，她的速度快到我连反应都反应不过来。而从外婆的神情中，我也知道，在我用龙之心隐藏了魔力下，她根本就发现不了。你这臭小鬼明明还不会使用魔力，真的只是凭借的锐气把墙破坏成这副德行吗？科尔森觉得除了天才，没有什么能够解释眼下的情况。怎料就在下一秒，想到有利可图的科尔森眼睛突然就亮了起来。此刻站在身后的母亲发现到了外婆的异样，妈妈，你该不会是想把我的儿子当做你赚钱的工具吧？外婆不敢多嘴一句，生怕坏了自己未来暴富的美梦。时候也不晚了，在跟外婆简单道别后，我就跟母亲坐上马车准备返回玫瑰宫。但想到今天自己把巴斯克工坊整出了个大窟窿，我心有惭愧，所以我就把从德雷克身上搜刮的战利品送给他，当做是用来维修墙壁的费用。可我的出现也着实让外婆大吃了2斤半，不愧是我看中的女儿，再过不久就能无忧无虑的享尽荣华富贵了呀。殊不知他话刚说完，不远处的乌鸦突然叫住了他，好久不见呢，魔将。科尔森听罢眉头瞬间皱紧，他知道接下来会有不好的事发生。画面一转，此时距离开化仪式仅剩下5天的时间，但我依旧不懈怠的每天迎接伊芙琳的训练。只是我的实力让他既震惊又欣慰，他真想不到短短半年的时间，我的实力就已经要赶超身为高级剑士的他。这要是今后能开放魔力的话，那在强者云云的拉格那里，必将再次诞生出足以领袖他们的怪物。好了，提尔少爷，今天的训练课程就到此结束。不得不承认你在剑术上的进步巨大，我想如果是少爷你的话，很可能有望坐上开化仪式的首席位置。闻言我笑着说道，这不都多亏了伊芙琳师傅对我的关照，若是我真当上了开化仪式的首席，等发表感想时我会再好好感谢你的。伊芙琳听罢无语极了，您大可不必多此一举，您倒不如好好感谢你老子赦免了你的3个月禁闭吧。反观此刻我的小迷弟则是争拥上前，提尔少爷，记得到时候也把我们的名字说说，我们也想要品尝下出名的滋味。闻言我深深叹了口气，果然人怕出名猪怕壮，我真是太受大家的欢迎了。知道了知道了，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时间匆匆流逝，转眼间就来到了1年1度举办的开化仪式，并且举办的位置是在拉格纳的中央总部。随着我走进现场后，这里早已挤得人山人海，毕竟大家都想在这神圣的舞台上取得好成绩，并以拉格纳剑士的身份受到家族高位的认可。此时坐在最中间位置的是我的父亲凯尔拉格纳，在他旁边那位则是前代家主希尔达拉格纳，但我看希尔达的样子怎么也不像是150岁高龄的人，不过他能亲临开化仪式，估计少不了父亲的滑嘴有舌。除此之外，身为九龙的他们也已经来到了现场，而随着一声鼓声响起，作为此次开化审判官的巴纳宣布道，第1项仪式考核现在正式启动。接着他介绍了其内容，也就是参加的人选要自行在下面的铁剑坟中选出一把，并在面前的墙壁上留下属于自己实力的痕迹。墙壁里面加入了雪白葵，它的硬度不是一般的铁剑能够伤及的，所以每个人必须把魔力附加在剑刃上，以此来撼动这堵墙留下痕迹。随后只见巴纳掏出了一枚黑色
的药丸。他解释这是名为索玛的特殊灵药，只要食用者摄入便能瞬间得到10年以上的魔力，以及开启位于丹田处的魔力核心。同时它也是否能通过这场考核的关键。那么现在由我宣布第1名考生的人选，近期表现相当出色的提尔拉格纳。在众人仰慕的目光中，我走出了位列，拿到了那颗分发的索玛。虽然在前世厄西温他成为了开化仪式的首席，但这次我绝对会修改历史。与此同时，系统弹出了新的剧情任务，请在开化仪式上拿到首席的位置。除此之外，希尔达询问凯尔，这就是你经常跟我说的那个孩子对吧？看来你很期待他今天的表现。别这么说，我看您比我更期待呢。而且他可是拉格纳鲜有的特级天赋型后代，那就让我好好看看这孩子究竟能给我送上多大的期待值。我不过是吃下了考核中能增加魔力的药丸，却把负责的审判官给吓个半死。只因我所增加的魔力早已溢出，超过了身体能承受的最大极限。若是无法将其压制住，我很可能就会经脉报废，沦为废人。原来这颗药丸一旦使用，就能瞬间提升至少10年以上的魔力，并且它还会随着才华的高低来决定扎根在丹田位置魔力的多少。前世的我的确因为太弱无法控制魔力伤了自己，但这一世我可是拥有着龙之心，这样的悲剧根本就不可能再次在我的身上发生。只见在我全神贯注的意志下，刚才还在溢出的魔力，现在反倒是开始往我丹田的位置凝聚了起来。随后我在审判官惊讶的目光中，成功的把这股强劲的魔力给压制住了。此刻的我激动极了，现在我总算是集结了龙之心和魔核2大利器，只是总归有点让我泄气，这一世居然这么容易就成功。至于接下来，当然就是正式的在拉格奈中展现我的魔力。我忍了这么久，都要把自己给憋坏了。随着我自身魔力附着在了剑身上后，我当即使出了那时候父亲所使用的招式，一剑秒杀，也称为龙闪。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霎时间，从我身上所散出的威压蔓延到了整个场地，我挥砍制造的威力好似一条巨龙猛冲出去。下一秒，只见在众人目光皆是震惊的情况下，我在墙壁上留下的剑痕显露了出来，竟差点横跨了整一大面。而此等场面也是把巴纳的表情整成了遥控器，一点就变。这是他有史以来亲眼目睹新人创下的最大剑痕了。于是在巴纳的审核下，我成功通过了第1场开化考核。反观在场下观摩的参赛选手纷纷觉得不可思议，这让他们本还想争夺首席之位的心思彻底磨灭。与此同时，系统提示我的运气值归零了，今后在我身上的不幸诅咒将全部消失，并且从现在开始，我的名声将会响彻整个拉格纳。见状我兴奋极了，这下自己总算是可以和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突然，系统提示有很多人对我的表现感兴趣，其中有奥沙拉格纳，他有种想收我做首席徒弟的冲动；尤里乌斯则是开始吃醋，明明是我先看中他的，他都说要加入我的白甲龙骑队。但最重要也是值得高兴，当属还是我得到了希尔达拉格纳的关注，因为他拥有着名为英鲁达的心脏，我必须要想办法得到他。在这之后，参赛选手也是陆续开始登场，虽然西比尔的剑痕有点短小，但还是恰好卡在了及格线的边缘之上。其次是雷伊拉格纳、霍尔库斯兰卡以及维灵顿纳西奥，身为北部4军的他们自然也是轻松通过，只是他们所留下的剑痕，对于排在他们测试前面的西比尔简直是沉重的打击。随着时间流逝，基本上所有人都完成了测试，可至今为止我的成绩依旧是远超任何人，而唯一剩下还没测试的便是厄西温拉格纳。他的出现让场下的人议论了起来，看来这是要变成闪虎和黑豹2人的对决了。不对，就算是厄西温也不会是提尔少爷的对手。殊不知今天站在台上的已不是他们所认识的黑豹。随着厄西温吞下接过的索玛后，他体内所散发出的魔力居然夹杂着浓厚的杀气，同时审判官也是顿感不妙，本想制止他的考核，却是为时过晚。厄西温的一剑早已落在了那堵墙壁上，并且所留下的剑痕居然跟我的不相上下。今天巴纳都已经吃了好几斤了，现在居然还要再给他来一斤更大的。可厄西温的亮眼表现也是狠狠打了刚才瞧不起自己家伙的脸，而在剑痕同样的情况下，那就只能等高层的人进行评分来分出胜负。不久后，巴纳也是宣布了第1项开化考核完美收官，并表示自己对今年出现很多成绩不错的人才倍感欣慰。接着，他公布了第2次开化考核的时间将是在3天后，让那些合格的剑士准时到场参加。当然，这最后的发言也是所有人最期待的，关于第1项开化考核的排名情况。经过2位家主和九龙的共同商定，最终我以满分10分的成绩，且速度、魔力等方面都毫无挑剔的情况下，拿下了这项开化考核的第1名。至于厄西温，则是爆冷拿到了第2名。要知道，他不仅是北部4军中的最强，更是在开化仪式前就被内定最终必将得到首席之位。结果第1项考核就排了个老2。虽然很多人对这个判定给予了认同肯定，但依旧有支持厄西温的小迷弟，他们觉得明明成绩都是10分，凭什么不是厄西温拿到第1名？不过很快他们就被接下来的话给堵住了嘴。即便提尔和厄西温的剑痕长度相当，可提尔的深度却更接近于托尔凯创下的成绩，此人是最有可能继承下一任家主的5大候补之一。自然大家在听到这个依据后便没有了任何的反应，唯独厄西温的脸色难堪的要死。若不是高层的人在这里，他必定会用尽手段证明自己的实力不是老2。至于第3到第5名，则全被北部4军的人包揽了，分别是维灵顿、雷伊以及霍尔库斯。但该说不说，西比尔的运气是真的好，塔及格线就算了，居然还是卡在排名倒数第1的位置上。3天后将在冬季山脉举行第2项开化考核，还请87位通过第1项考核的人做好准备。画面一转，此时在第4训练场内，我们正为今天取得第1、第3和第87名的成绩庆祝着。虽然很快乐，但我还是提醒开化仪式还没结束，绝对不能过度放松。我想
想说的是，到最后第1和第2都将属于我们。对此，维灵顿表示他后面会加把劲的，不会像今天的成绩一样落后这么多分数。闻言，我让他没必要泄气，这第1项只是我踩了狗屎运，说不准第2项考核就是你最擅长的环节，而且我们可是手足情深的好兄弟，就算我成了倒数第1，你也不能嫌弃我一点。维灵顿听罢有些无言以对，但他那错乱的心情也总算是好受点，所以就让我们一起在第2项考核中加油吧。时间很快来到了隔天清晨，我独自一个人来到了冬季山脉，这里是我前世再怎么奢望都不能来到的地方，并且往后我也得更加谨慎一些。我抢了东百宫，埃德那家伙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过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罢了，打败兰登那种小货色根本不够，真正让我每天做噩梦的家伙是厄西温和埃德，等着瞧吧，我一定会让你们尝尝跟我相同的痛苦。随后我拿出了先前系统奖励的巢穴罗盘，只见此刻他一直指着面前的冬季山脉，也就是说那里很可能是某个巢穴所在的地方，反正到时候考核的位置就在这一地带，届时再好好一探个究竟。突然身后传来的动静吸引了我，我这才发现自己居然被跟踪了。在发现对方是躲在一处崖壁后面时，我当即拔剑闪身，来到了他的跟前，要挟道：“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偷偷摸摸跟着我？”闻言，对方连忙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他自称是疾风舰队的成员，因为他们领袖看了这次开化仪式的初始成绩，所以才特地吩咐他过来找我。虽然我料想到那家伙会邀请我，但没想到居然这么快。结果等我知道自己居然不是被邀请加入，而是过去参加入队的资格考试时，我人都亚麻呆住了。你确定是要叫我过去考试，而不是直接加入吗？斗篷男笑了笑，提尔少爷，你就别耍我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疾风舰队的威名，能得到一个面试机会都可以谢天谢地。怎料他话音刚落，身后就传来了嘲讽疾风舰队的声音：“提尔少爷，你就加入我们黑色铁骑队吧，我们跟那群呆瓜可不一样，你若是答应，我就把我的副队长位置让给你。”突然，在他的四周跳出来了4个人影，几人同样也是被派来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的。不过怎么连律法庭和安保局都混进来了？真当我没人要是吧？而他们谁也不让谁，直接就大吵了起来。我则是决定趁着这个时机赶紧跑路，否则在这里待得越久，肯定是会越麻烦的。岂料就在这时，我闻到了一股梅花的清香，果然没错，第1夫人奥莎正朝着我所在的位置缓缓走来。只见她口中还喃喃道：“我知道自己很可能会被旁人说太贪心，但是我那想要得到人才的冲动根本就压制不住，那就算被人骂又如何？”她的话我没有理会，而是询问她来此事有什么大事。闻言，奥莎给予了肯定答复，的确是很大的事，所以提尔拉格纳，你愿意做我的义子吗？与此同时，在厄西温那边，由于第1项考核的失利，他就拿手下当作出气筒，肆意的挥剑把他们都砍成了残废。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一想到自己对手提尔在最近的表现，他就既难受又愤怒。等将所有的手下都打趴下后，此时的厄西温早已红温过度，杀红了眼，就连他的亲舅舅走过来，他都要把手中的剑径直的朝对方丢出去。可埃德在阻止后并未过多计较，他表示在这里撒气根本就改变不了现状，越是这种时候就越要冷静下来思考计划。跟我过来吧，我告诉你一个能在后天杀死那废物提尔的办法。身为龙神第1夫人的他只是略微出手，却当即把我震惊在了原地，只因他竟在一口气内完成了120次的剑技变化。而若是我能答应成为他的义子，那他便会把自己的毕生所学全都交给我。时间回到奥莎亲自莅临找到我的那一刻，在他说出想收我为义子的那句话后，先前想要邀请我加入他们组织的人纷纷自愧不如，他们所提出的条件根本拿不上台面。与此同时，在他们震惊的目光中，奥莎使用了她的独家秘技游离空间，而随着一股强力的魔力席卷开来，我和奥莎便来到了这游离空间当中。在前世我就曾听说过，这项技能是能够凭空创造一个与外部完全隔绝的异空间，可同时却也是我头一回亲眼目睹，简直震撼到姥姥家去了。这时奥莎拖着她的大雷笑着解释道：“我之所以带你来这里，是想送你一项特别的礼物，虽然我的擅自主张可能会惹家主生气。”闻言我疑惑地询问道：“究竟是什么礼物得如此大费周章？”下一秒，只见奥莎拔出了她的佩剑，并告诉我，家主的剑给人的感觉是王的蔑视，亦像是从天而降龙的气息，不惜一切代价。但是我跟他的可太不一样了，家主专注于一剑必杀，而我却是想在剑上实现让人捉摸不透的剑技变化。我所追求的龙乃是变化多端的存在。说着说着，奥莎便握剑舞动了起来，她的剑技在我看来确实诡异，毫无规律可言，脚步看似轻盈，却每步都能充满力量。等奥莎演示完后，她告诉我这是她最为自豪的剑技，名为天空花雨，亦是她亲自为我准备的礼物。可我真的很难想象，一个人居然能在一口气的时间完成120次的剑技变化，我真的是太想要学会这项技能了。随后我露出渴望的眼光说道：“我真的可以收下如此贵重的礼物吗？”奥莎点了点头，给予了我肯定的答复。在这之后，他便解除了游离空间。若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在开化仪式结束后，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希望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未来的拉格纳必将有你的一席之地，甚至是成为引领新时代的那一位。说罢，奥莎化为了朵朵桃花花瓣，消失在了空气中。直到现在，我的内心依旧不能平静下来。若前世也能同样得到他的青睐，或许结局就会不一样了吧。不过接下来我还有另一个难题得解决。尤里乌斯都快3顾了，结果我都没同意加入他的白甲龙骑队，现在我居然还成为了奥莎的义子。算了算了，等闲下来再好好想想对策吧。很快，时间来到第2项开化考核的当天，此时作为考核官的杰基拉格纳正做着开始前的发言。作为87位通过第1项考核的合格者们，这冬季山脉将会成为你们新的历练。可即便这一地带在拉格纳的统治下已经有1000年之多，但若是等级仅仅才到见习见识的话，
绝对不能深入到魔海那边去。诸位都是奔着要继承捍卫家族勇士的目标而来，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要竭尽全力去完成今天的考核。随后杰基取出了一枚铃铛，这便是够能完成考核的关键道具。任务即是要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抓到魔物并带上铃铛，再将其训为奴隶带回考核地点。至于这铃铛也是有等级划分的，所使用等级越高且成功的，最后所得的分数也将越高。考核中不限定用哪几种方式，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即可。听到这里我深思了下，也就是说不管从别人手中掠夺，甚至是因此大打一场都没有关系，还真是有趣极了。真不愧是一直贯彻强者为尊理念的拉格纳。不过在即将开始前，杰基还是提醒了一件事，最好不要轻易去碰紫色的铃铛，因为这类等级对应的魔物靠你们目前的实力还无法奴役。现在我手里拿着的是设置了魔物无法侵犯的图腾，它将作为安全补给点供大家使用。如今一切都交代完毕，那也便就意味着第二项开化考核正式启动。刹那间所有人都离开了出事点，按照自己事先准备好的路线行动了起来。有的人认为物资重要，想要苟一段时间，有的人鲁莽想直接去找魔物战斗。反观此刻的厄西温，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救救埃德的叮嘱，并且埃德还能拿自己的命担保，一旦计划实施成功，这里必将是提尔拉格纳的坟墓。可厄西温不知道的是，此刻正有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他。画面一转，在我按照巢穴罗盘的指引准备进攻一处密林时，结果下一秒维灵顿突然出现在了身后。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想跟我一起行动，毕竟我们可是奔着第一第二去的，殊不知维灵顿居然是来给我下战帖的。他说这一次绝对不会把第一名让给我的，他同样也要争取拿到首席之位。闻言我不禁嗤笑一声，我明白维灵顿现在心里究竟在想什么，跟那个时候我败在他手上的时候一模一样，以比自己强的人为目标努力下去，并且超越他，成为比他还要强的强者。你的战帖我接下来了，别以为你是我的好兄弟，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之后维灵顿便离开了这里，而我则是继续自己的秘密行动。很快在罗盘的指引下，我确定了目标所在，位于我头顶上方的山洞处，系统的蓝光正在那里闪烁着。这是一群能对人类施展精神力控制的骷髅怪，同时这也是他们1000年来头一回见到人类。只因他们出没的地方是在传说中龙巢穴的门前，1000年来始终没有人能找到这里。可殊不知骷髅怪们在看到我的第一眼时，竟瞬间被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而这一切也都要归功于我手中这把用太古龙锻造的月白剑。时间回到开化第二项考核开始的那一刻，此时的我正拿着系统奖励的罗盘，寻找着上面所提及到的巢穴位置。可让我匪夷所思的是，罗盘的指针到这一带怎么就一直指向地面？难道这是想让我钻到地底下去找吗？早知如此，我就随身带着一把铁锹过来。看来现在只能靠你了，月白剑。此刻月白剑的心情只有一个，但我才不管他这么多，既然从了我，那就得乖乖听老子的话。可就在这时，我突然嗅到了3股恶心的气味，随即我立马解开月白剑的绷带封印，朝着不远处的密林深处挥出了强力一击。只见迅猛的剑浪瞬间就将一大片树林夷为了平地，都特么别给我鬼鬼祟祟躲在那。如果再不出来的话，下一击我可就不会故意打歪了。话音刚落，只见3个长得人模狗样的剑士从树后面走了出来。为首的刀疤男不禁夸赞道：“不愧是第一项考核的第一名，我们3兄弟躲这么远，居然还会被你给发现到。对于他们，我再熟悉不过了。他们是布克山村出生的，也亦是那里的败类，因为他们在通过拉格纳的开化仪式得到认可后，竟为了所谓的强者为尊，把布克山的同村人全给灭了。而我作为黑血情报的一员，刚好被派来此地调查。虽然确定了凶手就是他们3兄弟，但被他们杀的人却都让我无法掌握其身份，因为那3兄弟做好了万无一失的手段，把这些人的头都踩爆成浆糊了。前世我没能亲手杀了你们这3个杂碎，这一世我定要好好让你们体验一次人头落地的滋味。但在此之前，我还是想知道他们究竟找我有何贵干，有屁的话赶紧放。怎料刀疤男听罢却是嚣张说道：“虽然本不想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但既然你都要死了，就大发慈悲的告诉有位你攀之不起的大人想要让我们陪你玩玩。”结果刀疤男的话还没说完，我就说出了委托他们的人就是9龙之一的元龙沃尔夫。只见他们纷纷亚麻呆住一口，同声问道：“你这家伙究竟是怎么知道？我们根本就没走漏风声。”对此我随便做了点回应，应付了下他。可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这3人今后会成为沃尔夫的走狗。这时胖子生怕事情暴露，他们会受到处罚，但为首的刀疤男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他觉得今天我必死无疑。你爷我今天心情倒还不错，等会就给你留个全尸吧。听罢我竟无言以对，什么时候连一群蝼蚁都能对我如此放肆？紧接着我使出父亲的大招龙闪，并将奥莎的天空花雨融合在了一起，一口气直接就打出了3连斩击。那3个杂碎瞬间就人身分离，当场嘎命。瞬秒他们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我万万没想到，把奥莎的剑技融合在一起，威力居然这么大。虽然目前的我没他那么夸张能做到120连斩，但一次就成功3连斩，我还是觉得自豪感满满的。随后我简单处理了下现场后，便开始琢磨起如何才能顺利进入到地底之下。殊不知就在这时，身后的悬崖处突然亮起了系统任务的蓝光，真没想到这巢穴的入口居然出现在那种位置。紧接着道楼梯竟慢慢浮现了出来，那既然入口已经找到，得赶紧下去看看这次系统到底会给到我什么奖励。与此同时，在另一边，此时的9龙正在会议室开着会，只见负责第2项考核的士兵拿来了现阶段的排名情况。第1名是厄西温拉
格纳，一共捕猎到了41头魔物，同行的人有21个，第2名则是雷伊拉格纳。可他的话没说完就被尤里乌斯给打断了。提尔拉格纳如何？他目前的成绩排在第几？士兵则是回应目前尚且没有排名的资格，他所猎杀的魔物为0，同行的人也为0。奥莎闻言显得有些担心，这怕不是出了什么意外，但尤里乌斯根本就不信，以他对我的了解，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近乎为0。可就算这样，尤里乌斯依旧气急败坏，他已经听说了奥莎亲自传授我剑术的事。奥莎让他别太生气，因为现在有更重要的事需要确认，沃尔夫和埃德到底在打什么算盘。从刚开始表情管理就一直很不对劲，只见此刻的他们正用传音对话着。没想到我派去处理提尔的3个家伙效率还挺高，那既然事情已经处理好了，你就尽情去搜刮吧。但埃德却是难受极了，因为在他的东百宫被抢走后，他就已经趁机秘密翻找过玫瑰宫，可那里根本就没有太古龙的遗物，于是他就觉得线索一定是掌控在我的手中。随后埃德传音给了身后的手下，把厄西温给我叫过来。与此同时，在另一边，我正被一群会对人类精神力造成威胁的骷髅包围着，一般人根本抵挡不住，会沦陷其中。但我可不是一般人，对我这种带着太古龙遗物的人，怎么可能会有丝毫的影响呢？在这之后，我使用了灵性扩张，让我在黑暗的环境里能成功找到最终的入口点。该说不说，我还挺幸运的，因为此刻出现在我面前的大门曾是被黑雪发现的遗迹，亦是龙的巢穴。在3年后，里面的传奇道具将会归黑雪所有。不好意思各位，现在老子只能捷足先登了。巨龙的脚下放着数之不尽的天才地宝，就算普通人只能得到其中最垃圾的一个，都能瞬间晋升成为大陆的顶尖强者。可就在巨龙询问我究竟想要从这些宝物中选择哪一个时，我的回答竟是断头台3个字。时间回到我找到龙之巢穴的那一刻，结果我刚推开门走进去就愣在了原地，因为这根本就不是前世黑雪所找到的遗迹。这满地的宝物以及那头栖息在宝物之上的巨龙，无疑在诠释这里实际乃是太古龙种的巢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说前世的黑雪散布了谣言，亦或者是提早3年被发现才导致遗迹还没发生变化？但不管如何都太出乎我的意外。可看着战力等等一切未知的巨龙，我的心瞬间就被提到了嗓子眼。这玩意老子就算拿命拼都打不过呀！现在我唯一能想到的就只有掉头跑路，等下次在黑雪没发现他之前我再来一趟。殊不知就在这时，身后的巨龙突然醒了过来，并开口说话。都过1000年了，这还是我头一回见到活生生的天选者。我的名字叫罗德布洛克，是掌管这片冬季山脉的主人。察觉到动静的我当即转过身，衔接单膝跪地，尊敬的先祖大人，吾乃拉格纳的庶子提尔。可听到我的问候，罗德布洛克却是懵了个大逼，他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叫他先祖，他不过是拉格纳先祖西格尔德的伴侣罢了。闻言我便疑惑地问道，那您就是拉格纳第2代领袖弗里德雷的母亲对吧？而我的话也再次让罗德布洛克找不着东西南北。弗里德雷这家伙又开始胡说八道，我跟西格尔德的确互相称对方为伴侣，可那也只是表示对灵魂交流受陷弱者的尊重而已，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男女之间情感上的往来。况且我们乃是龙种，身为龙的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跟人类创造后代。听到这里我便打断了他，那拉格纳的后代拥有龙之血又是怎么一回事？为此罗德布洛克做出了简单回应，因为我跟西格尔德通过契约的签订，这才让拉格纳的后代从人类晋升为了龙的血脉。可就在我想接着追问时，罗德布洛克却告诉我问候到此为止，现在他将会履行作为拉格纳守护龙对天选者的义务。从此时此刻开始，我罗德布洛克将遵照契约回答天选者向我提问的3个问题。听到这话我开心到菊花都不用绷紧了，毕竟不用跟着罗德布洛克对上简直就是亿万幸中的超大幸。而为了让我能更好的了解拉格纳，我决定借此等机会最大限度的窥探他的一切。在经历了49分钟的沉思后，我总算是把想要询问的事归结到了一块。随后我告诉了罗德布洛克自己的第1个问题，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他给打断了。他表示我实在太过墨迹，差点都要把他给无聊到再次陷入沉睡，所以他让我给他点时间好好调整调整。等得到罗德布洛克的 action 指令后，我便询问道，守护龙的存在意义究竟是什么？闻言罗德布洛克甚是欣慰，他承认了我刚才思考的时间没有白花，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我存在的意义。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也是世界最为末端的地方，在那里有着一头怪物，名为无名君主。这家伙跟西格尔德乃是天注定的死对头，所以在他死后，我便顺理成章代替他的位置保护着这片大陆。可就在罗德布洛克说话的间隙间，我突然发现了一件怪异的事，那就是他在提及到无名君主时，眼神中竟流露出了恐惧。这不禁让我疑惑起无名君主到底是何等恐怖的存在。由于罗德布洛克并没有过多描述，我就想试图将其取代作为我的下一个问题，但经过短暂的斟酌后，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实在有太多想知道的事，必须先把他们给弄清楚才行。接着我便将原先规划好的第2个问题说了出来，请问太古龙的遗物到底是什么？结果我的话又让罗德布洛克懵逼了，神马玩意，你身上明明就拥有着3个太古龙的遗物，看来你的运气超乎了我的想象。听着他的话，我开始联想了起来，闯关成功的东百宫副本，手中的月白剑，这2个肯定就是遗物没错了，但这第3个究竟是什么？与此同时，罗德布洛克讲述了关于太古龙遗物的来源。在无名君主诞生之后，太古龙帕夫尼尔为了保护大陆
陆的人类将自己的灵魂分成了31块，这便是所谓的遗物共31件。而这遗物存在的形式相当多种，根本没有限制一说。它可能是一件物品，也可能是一种经验，亦或者是一道奇异的现象。而在听到罗德布洛克的最后一段话后，我似乎已经明白了我身上的第3件遗物究竟是什么。所以说，我的重生回归也是太古龙遗物的一种。若是把它想象成是帕夫尼尔制造的全能，简直是通的不能再通了。不过话说过来也很奇怪，在取得遗物前一般都会接受遗物守护龙的考验，可在我回归时却并不存在。想到这里，我决定修改我原定的第3个问题。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被太古龙选中。怎料下一秒罗德布洛克竟嘲笑我竟如此的愚蠢，你怎么就敢笃定被选中的人只有你一个呢？别忘了，遗物共有31件，你身上不过区3件罢了。虽然这信息量简直多到爆表，但同时也让我的脊背发凉了起来。跟我一样知道太古龙遗物的还有黑龙、埃德以及外婆科尔森，如果他们也被遗物所选中，那么他们也许就跟我一样能看到那蓝色的提示面板，甚至最离谱的是，他们很可能跟我一样是重生者。原本我是抱着想更了解世界的真相去提问题，结果现在反倒变得更加复杂，连太古龙都畏惧的无名君主，以及除了我之外还有重生者的可能。这时罗德布洛克打断了我的思绪，他表示3个问题已经回答完毕，接下来便是给我发放奖励的时间。虽然这里没有黑雪他们得到的魔导书，但明显这些宝物跟他比起来要胜出好几筹。随后罗德布洛克又说道，在我脚下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天材地宝，其中有宝物、灵药等等等等，无论你选择哪一样，其发挥的作用都将超乎你所能想到的地步，所以请开始选择吧。天选者。此刻我的脑中突然萌生了一个怪异的想法，我想要的是断头台。闻言罗德布洛克龙都麻了，神马玩意，断头台是什么东东？与此同时，在另一边，此时的厄西温依旧是带着自己的队友在猎杀魔物，算上这绿色的铃铛，他已经杀了57头。随后厄西温询问身后的小弟，你们谁知道那个提尔目前的进度如何？听罢，一个小弟不屑地回应道，不知道那小子是不是怕死躲了起来，听说到现在的记录还是0，连排名都排不上。可在他的心中却有另一个想法，他有点怀疑跟随厄西温是否是正确的选择。今天这已经是第8次询问提尔的记录，怎料厄西温像是看透了这个小弟般，下一秒直接就掐住他的脖子，恶狠狠说道，老子会怕那个废物吗？但凡那家伙敢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立马就将他给碎尸万段。这时身后另一个小弟打断了厄西温对小弟的处刑，埃德大人有吩咐，他要厄西温老大您过去找他一趟，并且是立刻马上。他是至高无上的万龙之母，我则是大陆最强家族的后代子嗣。若要严格按照辈分进行划分，我对他的称呼起码得是曾祖字辈。可最终我们却出乎意料成为了出生入死的伴侣，而这都只因罗德布洛克在询问我究竟想要得到什么奖励时，我竟含羞地大喊出了他的名字。听到我的回答，罗德布洛克确实有些懵逼，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我姑且认为你是想跟我开玩笑，但不得不说这确实是个挺有趣的想法。随后罗德布洛克又再次向我询问起刚才的问题，闻言我则是眼神坚定地回应道，想要的东西我已经说出来了。怎料就在下一秒，罗德布洛克瞬间暴怒，紧接着还朝我使出了龙之怒。老娘可是活了2000多年的存在，你居然搁这跟我玩起了文字游戏，真当我不敢毁约，连一个宝物都不给你了？反观我并没有立马做出回应，现在我需要给到罗德布洛克一个态度，我要在他的龙之怒下坚持住。但这威力相比之前遇到了德雷克简直是强了不止10倍。仅仅过了2分半的时间，我就已经被其震得七窍流血。于是为了给身体减轻点伤害负担，我连忙使出了德雷克的龙之怒与之抗衡。可在罗德布洛克看来，我就是愚蠢至极之徒。德雷克这种低级龙种在万龙之母的眼中不过是只蚂蚁般可以轻松踩死。听罢我便朝着罗德布洛克怒吼道，你已经跟我承诺过了，无论什么天才地宝都会送给我，而你身为守护龙本身也该在其中才对，我凭什么不能选择你？这对于我来说其实也算是个赌博。若是罗德布洛克不认可我说的话，那我的命今天必将交代在这里。但得到他肯定比得到哪一样天才地宝都要价值1000倍甚至万倍，毕竟他身为先祖西格尔德的伴侣，得到他亦是强大的正统性正义，足以协助我坐镇大陆的最强者之位。所以即便输死我也要博得一丝机会。我不需要你跟我签订什么勾八契约，我只需要你的一句同意的答复就行，就请你跟我在一起吧。可就在我话落的瞬间，罗德布洛克突然间内心动摇了起来，因为他在我身上看到了曾经西格尔德的影子。随后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后说道，好好好，我答应。紧接着罗德布洛克的身躯在不断的收缩，最终在我的面前显露了他人类的形态。只见他笑着和我说道，小提尔，你还真的是超出了我对人类的认知，我对你未来莫名产生了一点兴趣，现在我就大发慈悲，给你一次成为我伴侣的机会。而看着我傻愣愣的站在原地，不知道在胡思乱想什么东西，罗德布洛克也是提醒道，不要被我的美貌所迷惑，现在我已经属于你的了。不过我的身体已经2000多岁，可一点都不年轻了。可殊不知他的话却对我不为所动。此刻我的目光直勾勾盯着他2颗大雷之上的空洞位置。见状，罗德布洛克便解释道，我在50年前就已经失去了龙之心，现在距离我死亡的时间不到3年，因此现如今我也无法从这里离开。也就是说，跟宝物相比，我似乎没法对你进行直接且实质性的帮助。但就算是这样，你依旧要坚持那个答案选择我吗？闻言我欣慰的笑了，当然，并且我的这个答案不会仅仅是3年的陪伴，今后我会变得更强，找到更多太古龙的遗物。我坚信在这些遗物中肯定有能够取代你龙之心的存在。与此同时，我获得了守护龙伴侣的称号，还跟罗德布洛克建立了精神链接，以及获得了大量的升级
级经验，那今后还请小提尔多多关照。但就像我刚刚说的，我没办法离开这龙巢穴，所以在你替我找到替代龙之心的遗物之前，我会选择在这里冬眠。随后，罗德布洛克拿出了一本魔导书。另外，我有一件事需要你在我的面前完成，将这魔导书掌握透彻，开启雷门，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建立精神纽带，不管走到哪都不会断。而在我拿到魔导书的那一刻，我激动极了，这就是前世黑雪所得到的宝物。阿蒙的魔导书，看来原因就在于3年后罗德布洛克会陨落，这样时间线明显就能对得上了。这时罗德布洛克说他只会给我1个月的时间，因为他觉得以我的天资已经足够多了。我则是有些抱歉的回应，现在我还在参加开化仪式的第2项考核，距离结束时间只剩下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所以我便询问罗德布洛克能否等结束后再来找他修炼。闻言，罗德布洛克表示没什么不行的，但他可不是同意了我的建议，而是给了我另一个处理方案，那便是在第2项考核结束前将这魔导书给修炼精通透彻并开启雷门，否则他是绝对不会让我从这里离开半步。他表示自己龙生最讨厌的就是违逆他的决定，这下铁定是完蛋了。也就是说，我只有310个小时的时间，特么现在我可是连一只最低等的魔物都没杀呀。我刚跟活了2000多年的曾祖结为了伴侣，却也意外得知3年后的他必定会死，只因他的本体乃是至高无上的万龙之母，可维持他根本的龙之心却已成空洞状态。若是无法在3年内找到足以替代的东西，那他的结局便唯有一死。而我为了一辈子都能跟罗德布洛克在一起，我便对天发誓，不管如何自己都会救活他的，因为我相信在太古龙的遗物当中，一定存在有能够替代龙之心的宝物。罗德布洛克被我的真心所感动，所以他更不会让我轻易的在今天从他的身边离开。为了能跟我建立真正的精神纽带，罗德布洛克要求我在第2项开化仪式考核结束前，把这本阿蒙的魔导书给修炼透彻，打开雷门。也就是说，留给我的时间仅仅只剩下310个小时。虽然听起来确实有些许仓促，但这一世的我可是提前觉醒出了龙之心，再加上前世从黑雪那里收集到的情报，得知了要想成功唤醒阿蒙的魔导书，掌握魔力的质和量是最重要的。有了他们的协助，我甚至可能不用13天就能修炼完毕，完成任务。画面一转，时间很快过去了12天。此时的罗德布洛克很是惊讶，他实在没想到我居然超出了自己的预算，再次刷新了他对我的认知。干得不错嘛，小提尔，才用了12天就成功打开了雷门。从今往后，我们就算是真正身体上的伴侣了。回去后，你要再在这本魔导书上用点心，等到了一定的境界后，你就能无时无刻听到我的心声了，甚至就连我的力量你都能借去使用。当然，前提是你得让我在3年后活下来才行，否则这一切终将成为浮云。闻言，我让罗德布洛克放1000万亿个心，我一定会遵守约定，找到能够替代你龙之心的太古龙遗物。罗德布洛克虽然身体上是老了，但他的思想可跟年轻人差不了多少。我的话让他空洞的心感到安慰。随后，只见罗德布洛克大手一挥，一阵强大的传送魔力瞬间就围绕在我的周身。他宣布自己与西格尔德的盟约全部结束，期待下次的见面。时隔1000年迎来的新伴侣，可等被罗德布洛克传送出龙巢穴后，我却是瞬间泛起了难。特么现在距离第2项开化仪式考核不到8小时的时间，能跟罗德布洛克缔结伴侣契约是好事，但开化仪式固然重要，用常规猎杀魔物的得分方式去抢第1名肯定是没戏的。所以现在唯一能让我咸鱼翻身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掠夺别人的分数。前世的厄西温自然在第2项考核获得了第1名，那现在得分最高的人估计也是他没错。只能说命运就是喜欢搞点奇奇怪怪的东西，所以我的第一个掠夺目标就选厄西温，只要能够打败他，我就能顺理成章继承他目前第1名的位置。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厄西温同样也是犯起了难，在第2项开化仪式考核还没开始前，舅舅埃德就找过他。只见埃德从能隔绝魔物的图腾里取出了一枚黑色珠子，随后便跟厄西温解释其作用来。虽然它被称之为魔物召唤珠，但只要放大封印在里头魔物的气运，就能给人类起到隔绝比它低等级魔物的作用。可要是将其直接捏碎的话，那珠子就会发挥它最为原始的作用，召唤魔物。也就是说，你能随心所欲的召唤魔物。第2项开化仪式考核是比谁处理魔物所得的分数多。那以提尔的性格来看，他肯定会拼尽全力先对危险系数高的魔物下死手。闻言，厄西温自然明白埃德的意图，意思就是让他去利用好这珠子，以此来把提尔这家伙给勾引过去，再将其抹杀。不过埃德却告诉厄西温，他只对了一半，在没找到玫瑰宫藏着的太古龙遗物前，要留提尔那狗贼的命才行。厄西温听罢当即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只要他把我给抓起来拷问，就能解决这个难题。这跟埃德想的形势如出一辙，但他还是觉得得慎重慎重再慎重，因为现如今我的实力跟厄西温相差不大，甚至比之还要强个几%都有可能。所以在埃德看来，制服在拷问略显粗糙。他告诉了厄西温，我在没用的感情上面花了很多心思，把那群家伙抓起来当人质，以此来要挟我说出有关太古龙遗物的线索更为靠谱点。可即便厄西温一直铭记着埃德交代的事，但特么现在距离考核结束只剩下8个小时，我却始终都没有露面过，甚至就连猎杀魔物的数量都一直是0的状态。就在这时，目前排在第7位的菲利克斯拉格纳走了过来，他同样也是找不到有关我的线索，便断定我是被元龙长老安排的无赖给处理掉了。可对此厄西温却是无语至极，没想到堂堂梅花宫希望之星的见识这么垃圾。果然奥莎拉格纳心心念念想要得到提尔，不是不无道理的。听闻此话，菲利克斯气得肺都要炸了，他最讨厌别人用这个事来刺激自己，但奈何自己并不是厄西温的对手，
也只能暂时性的忍气吞声。突然，厄西温号令起了蛟龙会的所有成员，既然那废物提尔故意躲着不出来，那我们也不等他了，现在按照原先制定的计划开始行动。殊不知厄西温的所作所为，全都被躲在不远处的雷伊给看在眼里。画面一转，此时的西比尔等人成功猎杀了一头黄色品阶的魔物，结果还没等他们高兴2秒半，突然间背后的一柄剑贯穿了西比尔的身体。来人正是蛟龙会的人，他们按照命令前来处理跟随提尔拉格纳的杂碎，只不过对此我却浑然不知。此刻的我四处寻找着厄西温的踪迹，可突然一个神秘人从背后叫住了我，终于是找到你了，提尔拉格纳。少女不过是倒在了我的怀里，就瞬间被我读取到了记忆，而这便是我在阿蒙魔导书所学习到的技能灵魂同步，不仅可以使用念动力移动物体，还能读取物体的想法，甚至是记忆。时间回到我刚出龙巢穴的那一刻，为了能在第2项开化考核的末尾阶段一鼓作气冲上第1名，我就必须放弃狩猎魔物，把目标改放在同为考生的其他人身上。没错，我要开始掠夺他们的分数，并且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跟前世一样持有最高分数的厄西温。可殊不知就在这时，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突然从背后叫住了我，总算是找到你人了，提尔。而我在看清对方居然是雷伊拉格纳，倍感震惊。他这是遭遇了魔物的袭击吗？怎么伤得这么严重？本想询问雷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却不料我的眼神直接就锁定在了他胸前的一道刚伤不久的剑痕上。看来他大概率是被其他考生给欺负了。到底是谁把你伤成这样？闻言，雷伊则是回应道：“这并不重要，你现在必须赶紧往西。”可突然，雷伊一个踉跄，就一头扎进了我的怀里。与此同时，在跟他的手触碰到的瞬间，我发动了灵魂同步的技能，准备读取他的记忆。此刻，只见雷伊拉格纳躲在一棵树的背后，悄咪咪地窥视厄西温的所有计划。我还看到了来参加第2项考核的小迷弟们全被五花大绑了起来，并且伤势相当的严重。而在他们前面站着的则是厄西温，很明显这便是厄西温的计划。但可恶的是，厄西温居然说没必要抓这么多的人当做人质，他觉得2、3个人就足够了，至于剩下的就全部丢去喂给魔物吃。反观雷伊终于是躲不住了，他大声喝止厄西温最好不要乱来，并指出这种行为可是越线，要受到律法庭严惩的。可当看到来人仅仅只是个雷伊拉格纳后，厄西温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这件事跟你没半毛钱关系，如果不想引火上身的话赶紧滚蛋。殊不知下一秒，雷伊当即就拔出佩剑催动了魔力。谁说跟我没关系的？提尔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厄西温闻言无语极了，但很快他又变得冷酷了起来。看来你今天是非要跟我作对，那就别怪我连你也一块喂给魔物吃。话落间，雷伊一个弹射起步准备先发制人，奈何厄西温的实力早已远超其余北部4军，仅仅是使出了一击拔剑斩，就轻松格挡住了雷伊的攻击，还对他的身体造成了重创。只是读取记忆到这里，我便被强行终止了。系统提示是由于我的资格不够，技能的使用已经抵达极限。于是为了捋清厄西温的意图，我急忙的询问雷伊，那混账东西为什么要平白无故伤害第4练武场？听罢，雷伊很是惊讶，明明他从刚才到现在什么都还没说。而在我的再三迫切要求下，雷伊总算是咬紧牙关，慢吞吞地解释道：“厄西温早在第2项考核开始前就要设计除掉你，可因为你到临近结束时还是没分数记录，甚至是连人影都看不到，所以他就准备把你的朋友当作人质引你现身。但我不是来告诉你这些的。”怎料雷伊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给打断了。厄西温在哪里？我现在要亲自过去找他算账。前世欺负我就算了，这一世居然连我和我的朋友都想欺负。只是这次我却得不到雷伊的回答。你绝对不能去找厄西温，机务局所属的监考官是埃德的人，他们自然是义务，就算你去了也不可能一个人对付得了这么多人。在我看来，这第2项考核根本就不是考核，而是精心准备的杀戮。他们是想要在这冬季山脉偷偷的除掉你啊。反观我则是对雷伊表示了感谢，但现在我真的没有时间了，请你快点告诉我他到底在哪里。见我这般执着，雷伊一句你是笨蛋吗就怼了回来，你要是一个人去的话肯定死定了，所以麻烦你告诉我，你死了难道就能有效的解决这件事吗？我当然知道，也正因我知道我才必须去，我绝对不想再经历一次失去同伴的滋味。雷伊自然也不甘示弱，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要清楚这里可是拉格纳，一个以强者为尊的国度，牺牲是这里每天都可能正在发生的事。怎料就在下一秒，雷伊的脾气在我的一句话中瞬间消散。那你明明再清楚不过，却又在厄西温施暴的时候站了出来，明明你打从心底也不想坐视不管他。如今的我已经受够了自当懦弱的日子，我之所以这么渴望变强，就是因为想把曾经欺负过我以及现在还想企图欺负的人全部都踩在脚下。与此同时，在另一边，蛟龙会的一个成员突然跑来禀告厄西温，提尔那废物出现了，现在的位置在冬季山脉北部尽头的悬崖处。不仅如此，刚刚被你打成重伤的雷伊拉格纳也在那里。厄西温听罢当即就见嘻嘻的狂笑了起来，你这家伙总算是肯现身了，接下来我就要证明你这废物根本就不可能超越我，我才是新一届的王。可突然间一道传音制止了厄西温的狂妄，别忘了我交代给你的，你不需要直接面对提尔，而是要好好利用人质套出有关太古龙遗物的线索，反正什么时候除掉他都可以，就是现在绝对不行。接下来你便按我先前交代的一步步执行吧。厄西温虽然口头保证了，但以他的性格，今天必定会出现血光之灾。另一边，此时的维灵顿路过了西比尔的收集补给物资的位置，看着地上一片狼藉以及带血的铃铛，维灵顿断定他们肯定是遇到了麻烦，于是他便有求身后站着的霍尔库斯，如果你不介意我浪费你的时间，接下来请助我一臂之力。他是拉格纳北部4军中实力最强的厄西温，而我只是个在家族里不被看好的庶子。
此时此刻，我们将在这开化仪式的第2项考核中一决高下，也一决生死。若是我输了，包括脑袋在内的任何东西，只要你厄西温想要的，我都会绝无二话的全送给你。时间回到我说服雷伊拉格纳告诉我所有实情的那一刻，于是我赶忙朝着同伴被绑架的位置冲了过去。这一世我再也不想重蹈覆辙，我要把曾经欺负过我的，以及仍存侥幸心理的家伙全都踩在脚下。而如今厄西温他们又再次主动找我的麻烦，那我就将奉陪到底。可随着我打败了沿路的一头血兽人后，我的动静又招引来了数十头。显然以这些魔物的实力根本对我造不成任何威胁，但我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争分夺秒，只有这样西比尔他们的保命概率才会越大。突然间我的脑袋灵光一现，命令厄西温的人应该就是他的舅舅埃德，那他也应该在不引起骚动的前提下除掉我，做足了功课。譬如刚刚雷伊所说的，有很多的监考官都是埃德那边的人，但我也有自己的必赢计划，因为我知道厄西温是个很讨厌被指使的家伙。他的变数自然就是顺自己的心情，所以只要我抓住了他的这个变数，我既不用管也不用对抗除他之外的其余对手。此时面对着大批的血兽人，我直接就开启了大招，向着他们接连使用了组合技龙3斩，仅是1回合间的功夫就将他们给尽数除掉。唯一存活的就只剩下那只 BOSS 级别的血兽人。只见我抓住了他在咆哮使用提高属性技能的间隙，随之高高跃起，并将月白剑反向持握，最终毫无误差的朝血兽人的致命弱点处刺了进去。等将拦路的麻烦全都处理掉后，我便再次朝着所在的位置赶过去。另一边，雷伊拉格纳终于是下定了决心，除了母亲外，他可能就是目前最懂我的伙伴。从小你就这样，真拿你没办法。这次我就勉为其难的助你一臂之力吧。反观西比尔那边则依旧是每分每秒的被羞辱着。厄西温最讨厌的就是像他们这群没实力、嘴巴又特会说的家伙，最好给我乖乖闭上嘴，否则可别怪我现在就砍了你们。好在另一道传音的出现立马就阻止了厄西温。不要忘记机务局长说的，制造没必要的变数对我们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厄西温虽然很烦，但也还是乖乖听话收起了武器。可突然间他的神情又再次扭曲了起来，此刻他气得肺都要炸了。为了杀死那个废物，提尔多派了4名高级剑士。看来舅舅终究还是不相信我能赢。与此同时，我总算赶到了目的地，而同伴们看到我的第一眼就仿佛看到了希望，他们当然相信我能救他们出去。反观厄西温则是秒变严肃，没想到你居然真敢一个人过来呀，提尔拉格纳！我在这里已经恭候多时了。闻言我并未给予回应，我的眼神开始四处扫荡，看着被打得如此严重伤势的伙伴，以及陷入昏迷状态的西比尔，我的怒气已然被提到了峰值，差点忍不住就拔出月白，准备直接毫无目的的展开行动。至于厄西温在看到我的动作时，也是立马起身准备拔出他的佩剑，随时准备战斗。岂料这时传音再次出现，给我适可而止，说了很多遍不要制造没必要的变数。厄西温闻言深深叹了一口气，那既然你提尔已经知道了我的目的，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如果你想救这群狗都不如的家伙，那就说出。结果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我给掐断了。你害怕了吗？厄西温有些摸不着头脑，你是说你的出现会让我感到害怕？简直不知天高地厚。闻言我则是淡淡的笑着回应，当然不止害怕这一点，你还很怕在这次的开化仪式中输给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在我的面前上演这卑劣的人之举。不过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毕竟我在你口中乃是区区废物的存在，却能在第1项考核中略胜你一筹，拿下你心之所向的第1名，也难怪会让你这最强的北部4军另起小心思。我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要激起厄西温最为突出的自豪感，来制造一场变数。既然你这么想要证明自己，那不如我们来一场属于拉格纳的剑之对决。若是你不敢的话，我也不会强求你，毕竟现在的我确实比你要强。此刻的厄西温明显是乱了心神，而现在他的状态正是我所想要的结果。如果这场对决我输了的话，包括脑袋在内的任何东西，只要你厄西温想要的，我都会绝无二话的全送给你。但若是我赢的话，结果我的话还没说完，厄西温就突然抱头狂笑了起来。你个废物，又是拉格纳的数字，你真还自以为是的觉得我会怕你不成？此时那道传音再次出现，而他们正是躲在树林中的那4名秘密潜伏着的高级剑士。可事已至此，他们根本就阻止不了厄西温的冲动。给我闭嘴，老子今天必须先杀了这废物不可。计划什么的谁要干就去干。随后只见厄西温缓缓地走上前，接下来将是属于拉格纳的剑斗环节，在没结束之前谁都不准妨碍丁点，否则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话落间也便意味着对决正式开始。随即我直接先发制人，拔剑突刺上前。虽然这一招对厄西温造不成任何伤害，但也是在给予他的警告，他绝对不可能是我的对手。而在回合间的对峙中，厄西温也是毫不客气地嘲讽道，你一个半斤八两的数子能够有什么本事，怎敢多次地口出狂言呢？接下来就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才叫做纯正拉格纳血统所拥有的力量。话落间只见厄西温使出了他的大招天宫龙的咆哮，而他的剑气也是化身成了条巨龙，向着我迅猛冲来。不得不承认这一招的威慑感的确够强，但是现在我可是有着前世没有的众多外挂般的加持，月白剑、奥莎的天空花雨、父亲的龙闪，以及系统所给我的各种通关奖励。随着我一招平 V 侧斩下去，直接就跟厄西温的大招打了个平分秋色，他的震惊自然是理所应当的。所以你真觉得以你现在的实力能赢过我吗？不过我或许可以给你一次回心转意的机会。
来了！提尔拉格纳的最新一集究竟有多高能？在我强行接下了厄西温长剑的那一瞬，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前世在最后关头一剑贯穿我心脏的人，就是厄西温。时间回到我与厄西温施展的大招打了个平分秋色的那一刻，此时在场的人都被这一幕给惊呆了。按照目前的局势来看，明显是我的胜算较大。于是其中一个蛟龙会的成员甚至都起了策反之心。本来在第一项开化仪式那会，我还对提尔的实力半信半疑，但现在亲眼目睹过后，这家伙居然又再一次变强了许点。可就在他犹豫究竟要不要换个靠山之际，身后的传音当即就让他消除了背叛的念头。特么还不赶紧执行下一步计划，转移其他不属于自己人的监考官视线。闻言，男人当即就转身命令道：现在所有人都以先前规划好的分散开，务必不要让监考官发现并且靠近这一地带。至于提尔拉格纳就交给老大厄西温就行了。另一边，厄西温的思绪被拉到了三坤岁时候，埃德给他定了人生目标，那就是抢夺拉格纳的至高宝座。此外，关于拉格纳这个姓氏不过是你伪装的去效罢了，今后属于你得到的创造的一切都将全部归于特洛伊万这个姓氏。虽然小的时候他不太懂叔叔埃德的言外之意，但在与我对决的过程中，他算是真真实实的明白了所有。与此同时，负责第二项考核的一个士兵前来汇报情况，他告诉九龙的人提尔拉格纳出现了。闻言，尤里乌斯激动极了，老子就说提尔一定不会出什么差错。看来这第二项考核的第一名还未必是厄西温的。反观沃尔夫则是猛了一个大逼，先前他还以为我被他特别委派的无赖给暗地里除掉了。至于埃德则是松了一口气，虽然他跟沃尔夫是同道中人，但在他的计划里是不准备立马杀了我的，等套出在玫瑰宫里太古龙遗物的线索，再把我秘密砍了也不迟。可就在这时，身后两个士兵的谈话吸引了埃德的注意。据刚刚传来的消息，提尔和厄西温发生了一点摩擦，正在以拉格纳家族剑斗的形式在决一胜负。此刻的埃德人都麻了，特么老子千叮嘱万嘱咐，说了不要制造没必要的变数，就是不听。现在只能祈祷厄西温这小子最好能赢下这场对决。与此同时，我与厄西温的战斗也是再次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而我虽然使出了变化莫测的脚步，但厄西温明显是越打越起劲了，居然基本都能毫无误差的锁定我的攻击方位，做出格挡。反观厄西温的内心所想，是他承认了我的实力进步确实快得惊人，可有一点他绝对不会承认，进步快并不代表着各项能力都会得到提升。在厄西温看来，我不仅在移动速度略逊于他，就连攻击的规律也被他抓透的死死的。而就在下一秒，只见厄西温突然将手中的剑猛地爆射了出来，这一招正是埃德教给他的剑术之一，脱手的贯穿之剑，其速度之快，就连刚收回攻击的我都有点反应不过来。最终迫于无奈之下，我只好强行徒手接下了厄西温的剑。殊不知这种熟悉的感觉，竟让我回忆起重生前的那个画面。那时的我强忍着身体剧痛，强行站起，准备跟兰登打个你死我活，结果一柄不知道是谁投来的剑却突然贯穿了我的心脏。原来当时我在濒死阶段拼尽全力都想看清的脸，居然就是你厄西温。看来先前我的推测还是错到家去了。在我死的那天，我发疯似的想要找出烧毁玫瑰宫的罪魁祸首。虽然我没有任何的力量，但好在兰登在最后为了装一波逼脱下了他的面具，再加上根据伊芙琳告诉我们，兰登跟东百宫的特洛伊万有着很深的关系，所以才让我对那个最后杀死我的人有了定向指认，此人很可能就是埃德。不过在之后我的推测还有另一依据的加持，就是那招脱手的贯穿之剑乃是埃德的杀招之一。可埃德并没有像厄西温如此傲慢，因为这一招一般都很可能会失去武器，所以他都会十分谨慎的使用。而在得知杀害我的凶手后，我的情绪瞬间得到高涨，紧接着我猛地一用力，当即就将厄西温的一把佩剑给捏成了稀巴烂。随即我再用相同的招式给予了他一次回应，即便厄西温轻轻松松歪了个头就躲开了，但此刻从我身上所散发出去的杀气，才是我真正想给到他的回应。感受着这般威压，厄西温明显开始慌了神，他不明白这股杀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自然这也属于正常的反应现象，毕竟现在的我是发挥出了迄今为止修炼的全部力量，我启动了这一世觉醒的龙之心。反观厄西温能想到的唯一解释，那就是我在第一项开化仪式时还在隐藏实力。可就在厄西温思索之际，我的身形已然闪身来到了他的跟前。不得不承认，厄西温不愧是北部4军中的最强，居然还能反应过来格挡住我的冲刺一击。接着我嘲讽了他一句，如果这就是你的全力的话，那你可就输得彻彻底底。突然我的手被厄西温猛地抓住，并且脖子也被他的剑给割伤了。于是为了摆脱开来，我连忙用月白剑朝他的眼睛拨起一层带血的泥沙，这才成功摆脱了他的控制并拉开身位。而厄西温不过是眨眼间的功夫，我的身影便再次出现在他的面前，随即直接轰下7749次的胡皮乱砍，把厄西温手中的长剑给打飞了出去。至于接下来，我准备让他也尝尝被贯穿心脏的感受，强者为尊，弱者只有死路一条。来了！提尔拉格纳的最新一集究竟有多高能？在我即将拔剑贯穿厄西温心脏的那一刻，殊不知一个神秘人的出现，竟践踏了只属于拉格纳剑之对决的尊严，以至于厄西温接下来所做出的行为，直接就颠覆了在场所有人的三观。时间回到维灵顿发现到西比尔等人遇难的那一刻，此外他还发现地上的多处血痕并不是魔物的，而是人为所制造出来的。于是维灵顿果断猜测，如果说西比尔他们被打伤后被拖走了的话，那敢做的人就只有厄西温。闻言霍尔库斯有些不解，厄西温不都是第一名了吗？他要再多的铃铛也
不会改变第一项考核的成绩或者影响第3项分数。为此，维灵顿做出了解释，因为厄西温很可能想借着这次的机会除掉提尔，所以西比尔被他们当做了人质，为的就是能起到勾引提尔入网的作用。此话一出，霍尔库斯下巴都惊掉了。厄西温这家伙的卑鄙果然名不虚传，这样做确实就能改变第一项考核的成绩。可反观霍尔库斯的姐姐艾瑞卡却秉持对立态度，这里可是拉格纳，况且考核中也没特别规定不能这么做。维灵顿虽然有那么一瞬间不知该如何回复，但等沉思一会，他便强硬的回应道：“所以这就是你不了解提尔的原因。不过我相信，在你真正认识他后，你就会明白。至于接下来，我还请你们能够助我一臂之力。”闻言，霍尔库斯也是附和道：“姐姐，你看多有趣，要不你跟我们一起过去吧？”可却直接遭到艾瑞卡的拒绝。我当初跟着你们是因为你们认识提尔拉格纳，但现在人影都没见着一个，而且我最讨厌的就是需要被救的弱者。所以你们自己去吧，我就不奉陪了。说罢，艾瑞卡头也不回的就准备离开。怎料霍尔库斯见状却是瞧不起他姐姐的决定。与此同时，维灵顿也是附和的说道：“其实我知道艾瑞卡你想见提尔的原因是什么，也因此我敢对天保证，你只要跟我走的话，绝对会对你的目的有很大帮助的。”就这样，在一唱一和下，艾瑞卡同意了。于是3人便开始寻找起厄西温所在的方位。可殊不知，他们才刚跑出去半公里不到，就被一群提前埋伏在这一地带的家伙给截停了。而他们正是蛟龙会的成员。至于为首的，便是先前产生了叛变想法的奥利恩。好久不见呢，维灵顿。不过你居然抛弃了我们，跟那废物站在了一边。从艾瑞卡的表情来看，他显然并不知道对方话里指的人究竟是谁。反观维灵顿，则是露出冰冷冷的杀意：“我不想跟曾经的老朋友打交道，请你们现在立马给我让开。”奥利恩闻言当即大言不惭说他拒绝。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只能先把你们这群拦路的家伙给处理掉。与此同时，在另一边，西比尔已经从昏迷中醒了过来，并且他还靠着大腿夹着一柄短剑在给自己松绑。没错，先前我故意用跟厄西温相同的招式回应他，是因为我发现到了西比尔已经清醒，所以这才利用了这一招，给西比尔送去了松绑的工具，并把解救其余同伴的事交给他去做。画面一转，此时的我正准备一剑贯穿厄西温的心脏，结果却突然被一个神秘人给抵挡住了。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情，毕竟我选择跟厄西温剑智对决，为的就是不要出现以少打多的局面。不过我也认出了对方的身份，他的名字叫令利亚姆·特洛伊万。这时只见令利亚姆突然说道：“对不起，厄西温少爷，请原谅属下我的多此一举。等开化考核结束后，我会亲自找您接受惩罚的。”紧接着他便命令身后的3名同伙守在厄西温的身旁，剩下的处理工作就交给他就行。由于刚才跟厄西温的战斗消耗过大，导致突然面对上来就施展全力的对手，的确让我稍微有些招架不住。不过要是觉得真就断定我的实力不如高级剑士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反观在领教到我的剑法后，令利亚姆也是倍感震惊，同时他也明白了这就是厄西温落入败势的原因所在。我的实力早已远超同龄人，虽然杀掉你这种奇才很可惜，但为了特洛伊万，我就必须清除掉碍事的家伙。再见了，提尔拉格纳，在这之后我会好好安葬你的全尸的。怎料就在令利亚姆话落的瞬间，他的心脏竟莫名的被一柄利器给贯穿了。在看清是厄西温所为后，他也是连忙询问道：“少爷，你这是什么个意思？我可是站在您这边的人。”厄西温闻言则是回应道：“我已经在对决前提前说过了，所有人绝对不能干涉我们的战斗，否则我是绝对不可能轻易饶过的，就算是我的血亲我都照杀不误。”或许这就是男人为了尊严不择手段的最浪漫时刻。只因为了守住拉格奈剑之对决的神圣尊严，厄西温居然在被他的亲舅舅救下后，选择从背后捅上一刀子。但最终，他也因为自己的自大自傲，彻底的饮恨西北。此时，随着令利亚姆准备给予我致命一击之际，下一秒居然被厄西温的突然出现给截停，并且他的心脏还被厄西温的长刀直接贯穿。等令利亚姆看清偷袭之人是谁后，他也是当即询问厄西温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自己可是跟其站在同一边的人。厄西温听罢则是散发血意回应道：“我早在进行剑之对决前说过了，所有人不准干涉我跟提尔拉格纳的战斗，否则就算是血亲我都格杀勿论。”突然间，厄西温的神情开始变得狰狞了起来。难不成你是觉得我会输才选择插手吗？那我就告诉你，你这明显是对身为拉格纳未来继承人的侮辱。紧接着，厄西温又朝着我说道：“我认可你的提尔拉格纳，但也仅限于认可而已。在我的道理中，我不许任何比自己要强的人出现。我要成为拉格纳的最强后代，并占据下一任的继承人之位，所以我绝对不可能在这里输给你这种档次的家伙的。任何影响我成神之路的障碍，我必将全部亲手斩灭。”说罢，厄西温当即抄起了他的长刀，迅速的将魔力凝聚其之上朝着我砍了下来。可殊不知，就在他这一击落下的瞬间，此刻的我早已跃至他的头顶之上，而我接下来的这一击也是精准无误的抓住厄西温攻击完的间隙落下，完美命中。与此同时，令利亚姆的手下看着自己的领队身受重伤，也是立马跑过来展开营救。怎料手下的这种行为竟遭到令利亚姆的怒斥：“所有人都特么不要管我的死活，现在你们的任务是全力帮助厄西温少爷杀了提尔拉格纳。”闻言，手下本想着违逆命令，毕竟就连自己的领队都因为插手而惨遭被刺，只是等听到令利亚姆接下来说的话后，手下才真正知道这项命令必须做。如果厄西温少爷今天在这里死了的话，那他们估计回去也只有死路一条。反观另一边依旧逞能在与我战斗的厄西温，他想起了先前埃德对他说的，任何一个拉格纳的后代都不容小觑，因为他们就像是那风中熄灭的蜡烛，只要被抓住一丝丝机会，也会有突然重燃的情况发生。当时的厄西温并不认可埃德的这些话，从而酿成了埃德对他的看法改变了很多。要知道那废物提尔现在跟你的实力差距已经
经不算大，可尽管事情演变成如此这般，厄西温依旧是自顾自地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像你这种血统不纯正的庶子，我只手就能把你给撕成碎渣，只有我才能成为北部的最强，继承拉格纳的至高王位。此刻，厄西温的气焰促使他再次使出了自己的大招天宫龙的咆哮。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现在开启了龙之心的我而言，想要格挡下来简直就是比吃饭还要容易得多。所以，就让我用出此前我所达到的高度，把你们这群妄想再次抹杀我以及我身边亲近之人的家伙全部屠杀殆尽。而随着我放出自己的组合技大招龙三斩之际，厄西温的瞳孔瞬间猛地骤缩，他终于是真正见识到了与我之间的差距究竟大到了何等程度，已不再是跟埃德所说那般用实力差不了多少的话来形容。最终，厄西温在我的这一招下彻底的饮恨西北，他的西瓜被我亲手斩了下来。这一战终究是我提尔拉格纳的胜利。这是一种能起到震慑魔物效果的黑色召唤珠，而用于保护方面的它之所以还存在召唤二字，都是因为每一颗里头都封印着一头强大的魔物。可这却成了令利亚姆扭转败局的唯一手段，他要放出在里面所封印的魔物，以此来制造一场考生遇难的假象。时间回到我亲手斩杀了厄西温的那一刻，而见自家的少爷已经惨死，那几名由埃德派来协助厄西温的高级剑士纷纷被吓得瞳孔骤缩。只是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只听令利亚姆突然喊道：“都特么给我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那该死的提尔拉格纳给就地处决掉！”一瞬间，只见那另外3名高级剑士当即抄起武器突刺上前，可对此我依旧是不屑一顾。不过这回并不是我有能力应付得过来，相反，体力近乎殆尽的我根本就打不过这群还蛮体力的家伙。看来我也只能认命死在这里了。殊不知就在下一秒，能让我的故事继续延续下去的转机出现了。那群同我出生入死的伙伴突然现身，替我挡住了敌人的攻击。不仅如此，前来帮助我的还有霍尔库斯以及他的姐姐。于是我便询问他们究竟为什么知道我的所在位置。对此维灵顿则是回应道：“拯救处于危难之中的战友不都是理所应当的事吗？只不过这其实全都是西比尔的功劳，是他带着我们找到这里来的。”紧接着维灵顿便将目光锁定在敌人身上。难道你们不知道这种的行为可是重罪吗？更何况还是介入到神圣的开化仪式当中想杀害考生。而在听完这些话后，对方的心态开始动摇，随即便立马使用传音求得令利亚姆的意见。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反观令利亚姆则依旧还处在悲观的情绪当中，因为他们不仅没能套出存在于玫瑰宫里的太古龙遗迹线索，刺杀提尔拉格纳的计划还失败了，甚至还出现了厄西温中途死亡的意外。可很快令利亚姆便调整好了情绪，同时他还想到了一个能扭转败局的计划，那就是杀掉目睹了现场的所有人。而这道命令，令利亚姆也用传音传给了其余3名队友。至于计划的实施，当然就是制造一场考生不幸被魔物杀害的假象，销毁掉特洛伊万介入其中的所有证据。随后他拿出了原本埃德命令用在提尔拉格纳身上的秘密武器，并将其全部给倒了出来。这些都是用于震慑周围魔物的图腾里所装着的黑色召唤珠，只要将它们给破坏掉，就能将里面封印的魔物给召唤出来。他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保护特洛伊万。谁知就在下一秒，一柄利剑突然袭来，再次贯穿了令利亚姆的心脏。所为之人正是此次第2项开化仪式考核的监考官，不仅有梅花宫的人，还有白甲龙骑士。看来这其中肯定也有那2位大能的帮助。而在解决掉令利亚姆后，白甲龙骑士的一个成员便呵斥道：“如果不想落得像你们领队的下场，你们3个家伙最好是乖乖放弃抵抗，束手就擒。至此属于我的危机彻底被解除。同时我也因体力不支，导致我连站着的力气都没有。只是我倒的地方并不是在雪地里，而是在雷伊拉格纳的怀里。谢谢你先前告诉我的一切。”雷伊闻言表示这都是小事，反倒是指责起我居然如此鲁莽地做到这等程度。就在这时，维灵顿跑过来对着我大喊道：“提尔，你还管我叫不叫兄弟了？这么危险的事居然连我都不找！”反观西比尔他们则是纷纷痛哭流涕：“谢谢你提尔老大，没想到你竟为了营救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里，我们死而无憾。不过话说回来，提尔你能活下来真的太好了，但在回去之前我还是不要脸的说道，麻烦替我拿走厄西温掉落的铃铛，我还要争取拿到这开化第2项考核的第1名。”与此同时，在另一边，负责汇报考核情况的士兵突然跑进了会议室，告诉了九龙一个意外的消息，那就是厄西温死了。赋予了，我的魔力终于是赋予了雷的属性，并且契合的程度还达到了惊人的扩张水准，这可把在场的监考官给震惊了足足2秒半。毕竟就算是拉格纳历代的天才，也不曾有过处在初级剑士就能达到此等程度的。可殊不知就在下一秒，我突然毫不留情地对监考官使出了我的新秘技雷龙斩，虽还是被他摆手一击给轻松化解，但我的考核分数也因为这个举动翻了整整1倍。时间回到第2项开化考核迎来结束的那一刻，可当在场的人看到监考官居然换了人后，所有人的神情皆变得好奇又惊讶，怎么都想不明白几年来都没露过脸的他，居然会来到这里委任监考官的职务，而他的身份正是9龙之一的灯笼法瑞拉格纳。只见他看着成绩登记表，严肃地喃喃自语道：“没想到这届的第2项考核居然有着50%之多的合格率，死亡的人数也仅只有1个，特别是第1名的分数，真就后生可畏啊！”随后法瑞向在场的人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从即刻起，所有在第2项考核中合格的见习剑士都将晋升为初级剑士。紧接着，法瑞又公布起了第2项开化仪式的排名情况。第1名分数是1121分，依旧是我提尔拉格纳顺利拿下；第2名为灵顿926分；第3名艾瑞卡
843分，第4名雷伊789分，第5名霍尔库斯621分。岂料就在排名情况宣布完成之际，法瑞却突然严肃地告诉那45名合格者，能参加接下来第3项考核的人选只有4个，分别是维灵顿、艾瑞卡、雷伊以及我提尔拉格纳，而其他人之所以没有资格，都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第2项考核中收集到带有口诀的铃铛，这玩意极其的稀少，分为了速成口诀以及隐形口诀，就算是有人幸运的拿到，并非天才的他也未必能读得懂其中蕴含的道理。而我虽然不处在拉格纳的天才人选位列中，但我的系统以及系统所带来的福利奖励，足以让我强行登上比天才更牛逼的位列。前世让我无法理解的口诀，这一世我仅需一眼就能看清它所蕴含的一切。不过我依稀记得雷伊和维灵顿在前世并没有获得资格，难不成是因为我改变了历史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导致的吗？反观见有4名资格学员，法瑞也是欣喜万分，不枉他这回亲自跑回来一趟。随后法瑞便就示意我们按照名次依次上来，向他演示我们各自从口诀中的悟道。而所谓的悟道，就是给魔力赋予一种元素属性。此时作为第1名的我，也是在周围人的羡慕目光中走了出去。虽然历史因我而改变，但如今厄西温已经被我给亲手杀死，我相信今后也没有什么能让我感到畏惧的事情发生。随着我将魔力释放开来后，我便告诉法瑞，我所得到的元素属性乃是雷，同时此刻我所处的阶段正是在给魔力赋予雷元素属性。转眼间，我的魔力已然由最根本的颜色变为了雷光之色，所契合的程度也达到了发现水准。可殊不知这也并非是我的极限，这一世我所拥有的龙之心还没施展出它的真正力量，而在龙之心的加持下，我的契合程度也是瞬间飙到了控制水准。法瑞见状激动极了，没想到提尔你真跟我听说的那般，是个极具天赋的新生一代，居然轻而易举就达到了控制水准。岂料就在法瑞话落的瞬间，他的瞳孔当即骤缩了起来，只因我的契合阶段在达到控制水准时并未结束，而是往更高一层不断冲击着。最终我如愿以偿地将契合程度提升至扩张水准，同时我还做出了一件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惊的事，我竟二话不说，朝着堂堂灯笼施展出了我的新秘技雷龙。反观法瑞见我的攻击即将命中自己时，他也是立马摆手一挥，使出了他的招式水压断面，轻而易举的就将我的秘技给化解掉。区区初级剑士居然有胆挑战九龙，提尔你还真是令我对你的期待再次升高了不少啊！我决定了，我要在你原先的分数上再加个1000作为奖励分，这便是九龙之一灯笼的性子，超级看好敢于挑战自己的人，而我则是合理利用了他，让法瑞更好的知道我的存在。就这样，我的第2项考核分数直接来到了2121分，远超第2名1195分，同时也把霍尔库斯吓到半死。这个成绩可是足足比他多了3倍不止，他也是瞬间意识到了与我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至于接下来便到了其余3人的演示过程的话，就略过不计。最终维灵顿赋予了魔力水元素属性，契合程度达到控制水准，额外奖励500分；雷伊赋予了魔力冰元素属性，契合程度达到发现水准，额外奖励300分；艾瑞卡则是赋予了火元素属性，契合程度亦是达到了发现水准，额外奖励300分。在这之后，那些没有资格进行第3项开化考核的学员便陆续离开了考试场地。等只留下了我们4人之后，法瑞便就郑重地对我们宣布道：即刻起，第3项开化考核正式开始。顷刻间，一股强大的威压瞬间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原来这就是九龙所拥有的力量，简直恐怖如斯。到这里，这周的漫画内容也就到此结束，期待新一周的到来。不过海豚要在这里跟粉丝们提个醒，就是我对于韩文的翻译并不准确，所以后续如果需要修改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见谅。See you啦啦。